他的上场顺序比女王蜂要靠后了，我以为斗牛士要先上。因为斗牛士他这个位置的定位可能跟木偶是有点倾向性，比较相像了。对，就他更多做一些牵制位啊之类的。牵制位可替代的还是太多了，是吧？对。好，那就来看一下佩佩的女王蜂啊！哎呀，这第一天的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小局就能看见女王蜂。红蝶亭，对，红蝶亭附近的一个位置是。旁边古董商，其实你看这种比较缺乏拉点能力的角色啊，他牵制女王蜂不是很好牵制，容易被粘住。对，主要这张地图其实女王蜂，我觉得它的一个发挥空间还是有待观察吧。对，因为这张地图的话，你说低矮的地方也很多，对，但是呢也有一些强。好，来看一下起追的目标是往中场先去驱赶。其实对于女王蜂来说，她可以开局先去积攒一下自己的能量嘛。是的。积攒一下能量，然后把这个蜂群放出来，先找到了小迪的这一手幸运儿，没错，这个幸运包裹先来一个试刺，但是没有命中啊。对的，幸运包裹许愿什么呢？许愿了一个护腕啊，增强自己一个拉点的能力。是的，女王蜂在开局的一个阶段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怕你的一些拉点的。是的。虽然说它会有一定的加速在，但同样距离是拉得非常开，能量已经汲取满了。对，这边。这个打慢了一些，但是还是判定到了，可以看一下连续2个再次命中，目前是4中2啊，50%对的，在前面的话感觉移速位提上来，给到一刀，没有打到，不过好在也没有砸到吧？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前面的博弈空间会很小啊。再来一个，这个地方是女王蜂的一个优势博弈地区，对，可以来个4次过板，4次过板。直接命中了。这个地方就很矮，对，然后这个试刺是可以穿过这些地形的，所以说对于求生者来说就比较难溜。那这样开局的一个节奏，我觉得他是可以去利用到自己的一个时长了。他把人往中场去挂，那我把虫群放在椅子面前，然后可以本体出去守啊，本体出去踹一下时长一下，来看一下，锁定一下你大副的位置。不过这一台好少，对，这个时长甚至有点亏啊。能踹到我觉得就行，也行，对吧？2台。相当于是2台1个半挂的人啊，来看一下手椅上面能不能去争取到多拿点状态啊，也是提前给蜂群规划好了路线，然后一边汲取能量一边去，哇！但是这一波笑笑是无伤救了，对的，很关键。那这样子一个无伤救又把前面时长的一个节奏给拉回来了一些。小迪这边一开始有点想硬翻这个箱子，但想想还是倒角落比较关键一点。对的。先开启自己的一个2阶，开一个2阶。这波挂上以后的话呢，看一下下一波救援，应该是木偶师准备再套一个化险为夷，花刺已经往这边赶了。但是木偶师救援这个可能会有点压力。是的，因为毕竟拦截的距离会很远，然后甚至说像木偶师经过调整之后，但是已经贴近到了密码机附近，看一下这边出虫，命中了一次，前面摇出路易了，对的，消耗速度很快，现在。但是救援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直接守下来了，对的。但是确实花刺这一波消耗了非常多的状态啊，是的。就像可能木偶师作为一个牵制位比较好，但是你说作为救援位的话，这个状态消耗的特别多，所以小迪看一下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电车以后，还是选择倒在了角落。那目前的场上密码机只剩1台了，对的。但是开启2阶之后的女王蜂啊，就是它是毕竟有一定的位移在了，机动能力比较强一些啊，所以说热杀风球，所以说现在的话就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边一个惨状态的木偶师，好，直接热杀风球，直接赶路啊，寻找一下啊，每秒12米的一个移速，好像已经出现足迹了，有2名起来，直接归到墓地，找到了花瓷，对的。变身，那这样子短板博弈，感觉木偶师这边撑不了太久啊。不过现在能量暂时不够。够了。而且好像可以直接出刀了吧？他还想出刀之前，就是再多赚一点能量。是，因为他要打一个求生者的一个疲于奔命。现在，因为手上底牌是好的，技能也是好的。知道你这边救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同时我这边可以去干扰外围的密码机。那笑笑的话呢，他已经提前压过来了啊。对，而且赤红他修的是远端的密码机，没错。在甲门附近的密码机，来看一下佩佩的一个选择手椅还是要提前打一波手椅。但是第2个表摇到4次没有命中，是的，传送落地去管密码机了。这边是一个双弹飞轮的古董商，有一点小失误，这一波操作。
着急了一点。那看一下4次这边还能否命中？其实这个地方很难溜啊。但是毕竟带了天赋，这个地方哇！但是你飞过去了，我的14次也可以飞过去。是的，再来一个，又再次命中，好准啊，佩佩！这样直接热煞风群，看一下4次弹出来，飞轮先预判了，直接弹倒。没办法，因为这个14次是没有后摇的，对，是瞬间的，对，所以很难，只能说是赤红预判他什么时候想变身，然后我把这个飞轮交出来躲掉。啊，不过这个笑笑怎么又多一块表啊？刚又摸出来一块怀表啊！这个大部分稳负了啊。那前面这波手艺感觉是不太能拿到节奏啊，毕竟对，没有预算到这个怀表的一个多出来一个嘛。对啊，而且这边还走位躲掉了一个14次。这次又无法命中，那感觉手艺上面继续规划路线。哦，但是你看笑笑他很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不接近这个椅子，不接近你这个蜂群的规划路线当中，你就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汲取能量。不过现在的话，人已经过半了啊，直接救下来，而且古董商他没有国王反照，而且好像对于佩佩来说是有预知这一点的一个情况。是的，因为教过了呀，弹射和飞轮都当面教的。对的。哇，再来一个云门过去，赤红这个点位利用的很好。是。变身回来。前面的话机关箱还有吗？没了。那就倒地了，没了。对的，倒在地窖旁边，还是要去挂一下。但是莫武士的位置会比较远嘛，所以说这边挂上的话，莫武士也可以选择去走地窖。能看到这边莫武士满状态基本上拦不住的。你虽然说救人上面有削弱，但是我牵制方面还是有一个强度在的。是的，然后莫武士这边直接准备走这个地窖，走了，这个就没什么办法了。死狙一下，再直接跑地窖。是的，那是一个完成一个保平啊。高点。对的。好，那这一局的话呢，阵容上来讲，其实不算特别怕跛脚羊。对啊，都有做到防守。对，看这一下对于 T 来讲，能不能也保一个平局吧，至少，对吧？在白鹿手下想去争这个3，还是有些难度。但是保住一个平局的话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最终应该可以打一个3人开门战保平。主要还是比较担心祭司这个位置，祭司刚好选在最远啊，祭司远点啊，因为祭司的话可能牵制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在的嘛，有点难度。虽然说你这个有很多贯穿洞可以打，但是依然。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目的方向直接往外围去走。猫猫已经在这个点位准备好了，因为这个点位还是有可能牵制起来的一个点位啊。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携带了2个板子嘛，旁边对，2板1窗，然后后面的话也有板区，包括它自身是一个牵制天赋啊，双弹射。这里不选择拉走，那就选择窥视者先去逼出点位。板板那个博弈。第2下的话，白鹿选择了抽刀，还是拿到了1/4的状态啊。但是这边的一个咒术是攒了3层喉了，已经。然后肉香已经满3层了。方向上有点丢，那这样交1层喉，钻再电，这个笼子消耗掉了啊。但同样还是命中到1刀，约等于说你前期拿了一个围龙，然后拿了一个状态嘛。是。先窥视者干扰一下，窥视者干扰一下2楼的密码机破译。对的。下来了，偏下来，前面的空地围龙交出，不过感觉了一个副表。白鹿是有点担心这个飞轮，他没有再交小猴，对，提前出刀，对，这样的话还是击倒了。这个击倒节奏不算特别快，对，但同样有个好处就是干扰到这个2楼的一个破译进度嘛。对，这一局和上一局的区别就是上一局时长可以踹掉那个48，但是上一局踹了38啊，然后这一局的话就没有时长了。但是这边铲有一个窥视者的，小鱼这边还是以稳为主啊，先把铲子给下了，然后到椅子附近反正你要是想逼我救的话，也得交一个围龙才行。对的。看这边不着急，震撼出来，直接扯无伤了吗？不行，还是想给他打1刀。对，然后猫猫这边的话呢，直接往2楼方向走。这个笼子选择是硬拉走了，也不打算再2次牵制，直接往 S 板的方向走。那这样中场2楼的密码机是暂时先不着急，看这意思。对，守墓人呢去起新机。这局的话，先突破了 OB 位，就导致没有人能够干扰到白鹿的节奏。是的，就更多是交2个化险为，然后尽可能拖时间，然后看一下后期的状态怎么去调整。是。
因为阵容上面的话是有个祭司的，我觉得调整状态上面来说会更快一些啊。不过这一波的话呢，虽然是个秒救，但是也无伤了。对，那这样还不错。看前面教一下咒术，这个位置能转进版区吗？好像有点极限啊。但是两层头消耗这个龙，再补一个围龙，不让进版。不让进版。下注位置跟钻倒了，没办法了。对，那也是没有活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啊。现在场上密码机还是差的有些多的啊，没错，3个半台，都是满状态嘛，现在是的，包括状态比较好。对，这边有一个长洞在，所以说对于白鹿来说，可能还要先解决长洞，没有选择传送吗？直接选择先传送，但是这样的话，祭司直接钻走了，都走了。然后2楼的密码机在破译，这个2楼的话，其实你交围龙还不好上去，对，所以说对于梦露来说也不担心，先破译先，然后外围的2个求生者先拉开。是的。不过这传送的话，早交也没事儿，是吧？因为如果你走过去的话呢，你密码机丢的会更多。你走过去，人家也是钻洞嘛，对吧？可能走过去的话，2个密码机都开了，对吧？起码现在我是干扰了2个密码机，对，把人都压在了一侧，在刚才的时候，对吧？对。那这位是不想找魔术师，因为魔术师这边密码机已经亮了啊，所以说还是不追魔术师，过来找一下守墓人。因为这2台的话是连的比较近的啊，一个独洞，包括一个红蝶湖，所以说对于白鹿来说，优先管住这一台的话，其实独洞那台密码机也不好修。对他有点想骗小鱼出来吧？对的。但小鱼的话呢，也没出，因为他能够看到监管者这个位置，离得还是比较近的。神坠那边密码机暂时管不了，但是小鱼的位置感觉要去往独洞走才行啊，这边要让给魔术师去进行一个破译啊。看一下这边。还在前面的板子吗？先走了，那就等你出来，然后再去终结。铲子的进度有点不够用了。对的，出来倒地。那这样的话，开门战之前传送是能拖好的，但是密码机应该也是能修够。只不过这边独洞有个地下室，难怪。但是不挂过去，对。不挂想打拦截。直接过来找到了梦露这边魔术师的话，密码机没有亮，有一个时间差，因为另外一侧的话，祭司要过去救援。魔术这边把魔术棒交了，还行，这一刀没有拿到。钻过来，感觉这个围龙要掉了，围龙掉了，拿到1/4的一个伤害。是的，但是愿力值还是比较充足的，但。前面这边救援下来之后，密码机这边能补够啊，感觉。是的。但这一局是有个问题，就是没有魂环反照。对还是手里还有2个魔术棒。这波应该是让他自己牵制，然后另外一侧贴门去算了，是吧？对。那这样有风险，只能完全靠祭司来回穿洞去卡这个耳鸣。是的。看一下前面还能牵制，这个围龙掉了。能牵制，再补上一个围龙，第一个魔术棒。分一下走位，哇，没有，就是白鹿没有着急出刀，对，这样的话得回来卡一下，而且墓地这个位置你还不好卡，太远了。那看这边传送选择直接交，这边可以不管守墓人，直接找祭司，对的，白鹿的思维很清晰啊，选择跃龙过来先给守墓人过来，因为守墓人他铲子太少了，这个铲子，他如果说能够多坚持一点时间的话，比如铲子还剩一半，对，是吧？那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不管他了，直接去找祭司了。但是既然你都当着我面出来了，对你直接出来，那就不管，那肯定要管你了。对，但没办法呀，因为铲子进度就这么点儿，对，也不能一直待着。来看一下，现在 T 就比较难打了，因为另外一侧门还没有贴。就虽然你机动性线很高，沿着这边一侧去排这个耳鸣，再往角落走一走，这个耳鸣还在。但是角落又没看到人，耳鸣是漏了，这边没有往右边看吗？看到了，但祭司的话手上还是有洞，对的，有洞的，钻，然后往另外一侧门走，跃龙过来，再打洞，往地窖方向走，但是的话，守墓那边飞了，再打洞，这边要打一波，没有选择，那愿力还是够的，有个板博的机会，但这个地窖的话基本上是能走了。看怎么去打，是的应该能爬，对，贴墙了，对，跳了是跳地窖。神坠这一波的一个牵制还是非常不错的，没错。他这个洞的规现在好像有可能打破这个格局，但不知道是就佩佩一个人这么想，还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可以去摇摆一下吧。但是也会比较考验到选手说求生方这第一回合就比较明显一点。对。来看一下区域选择，上面是选在了起点附近，然后起点这边是站位的空军以及鬼屋的弓箭手啊，桥上的佣兵，终点站的飞行家。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起点方向走去，跟小迪的空军进行一个单挑，对，留下残影，然后从另外一侧绕过去，影越过来，前面的单板这边交枪，没交，对的，那也不影响上车嘛，对，然后回溯过来，其实残影留的位置的话也没办法再离二战很快，是的，到了二战左侧下车，然后正常下楼，没下楼，在上面等一下，想博弈这把枪。 对的，哦，不过佩佩这边好像也留了一波残影，哇，小迪这一波，因为求生者上下车可并不是秒上秒下的，对的，他这一波博弈还是挺大胆的，交枪了，这位置躲不掉，想后撤躲一下，但是好像遮不住啊这个点，而且也没撤进去。但只要成功把枪交出来的话，对于玄方来说牵制的一个时间就会比较稳定一点了，把枪交出来就逼闪了，对的。看一下前面板子正常下掉，到了前面的话。 应该这个位置可能就很难牵制了，还是逼闪闪现啊！因为这个虽然是个短板，但是佩佩他不想耽误时间了。对的，把人的话也是往，弓箭手过来了，这个位置打的话其实意义不大，他觉得对，可能距离有点远，主要是你打下也没太大作用啊。对，就你还浪费了自己的一个密码机的进度。是打下来的话就是多拖一个擦刀的时间。是的，好。 看一下目前的胜利预测，平局面和目前4抓面和平局面比较大。然后看一下逍遥这边的一个救援，被拦截的会有点外面，但还好交户外没什么太大问题。正常给一刀救。对的，一刀下来，小迪的往起点方向走，然后这边赤红是不是又出动了？好像来了吧？没有，去核修了，去核修了。啊，那这一波的话是直接让花瓷进行一波2次救援。 对的，他们核修的话，那下一波要不要再来跟一下呢？我觉得要么就不跟了吧，因为毕竟核修加这个治疗，对，然后花瓷另外一侧多摊了会儿密码机，然后过来，毕竟手里有大喷也不慌。如果要跟的话，也是为了需让飞行家这边调整状态去跟一手。对。 看一下这边拦截的是非常远的，但同样也是以消耗道具为主吧。对于佩佩来说，佩佩这边可能要往回走一走。像神手大喷，但确实贴近了椅子，给到一刀救援下来。那也是选择往角落的方向去倒了。花瓷的话呢，往自己的密码机方向走。然后另外一侧2个人是想空军挂飞之前把这个密码机给抢开。 对的，然后相当于打4个整台，4个整台都亮了之后呢，就打最后剩的1台。但其实这样子的话会有点风险，因为飞行家那边亮不了。对，花瓷那边的抗压的点会更多一些。然后你这边哪怕说鬼板去真的破一开，亮不了啊！对，亮不了，亮不了。而且现在手里有技能，那这样的话直接传花起瓷了。传送落地，密码机谁来补一下呢？ 另外2个人都在鬼板的方向，不是最大问题，是这边牵制的话会有很大压力呀。那这样子直接击倒，而且那边密码机刚亮，其实能锁定1个人的位置，把人往桥上去挂。对，而且守住了这台密码机啊。对，87，你别说，还真的很难开。是啊，它不是一个90多的状态。另外一侧起新机，然后让笑笑过来执行救援。笑笑手里2个护腕啊，又是拦截到了。看这个位置。 直接逼护腕，有回速，不担心，但回的距离有点短，一个过盘刀，给到一刀，收到了，然后打到了。花瓷救下来的话，看有没有一个2次牵制的空间。就可以追佣兵啊，对，追加佣兵逼加道具。对，因为他现在不想让2个人接近这台非常大的遗产。是的，2块板子必踩一块啊，过去之后再找一下花瓷，但花瓷手里的话呢，还有一个大喷，是有大喷的。 这边回溯过来，钓到佣兵了，但是排的位置错了，没有，没错。那这样子给到对，因为他刚才交了护腕嘛，他没道具了。对，其实佩佩也是一直在假装追花瓷，然后就想吊一下笑笑，看他出不出来补这台密码机，因为他密码机诱惑还是很大的。现在的话花瓷选择修3战，不过这一侧终点密码机之间离得都很近，另外一侧赤红是亮了那台新机，主要问题现在是传送快拖好了。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我可以完全去追这个飞行家，又或者说去拦截一下弓箭手都行。看到弓箭手位置了，选择拦截弓箭手，知道你飞行家那边新开的。他现在桥上留了残影。对的，然后回溯过来打核心命中，穿心。对的，那这边救的有点早。没办法，因为2侧都被封死了。
要不然就有可能救下来还是要倒一个，选择追佣兵，给到佣兵一刀，然后赤红那边应该也不敢往密码机方向走吧？对的。哎不对吧？绕了一圈，绕了一圈。但这波我觉得有点着急，我觉得可以去追弓箭手一下的。那现在密码机这个状态可能就要拖好了。是。那看一下把人挂上90多的一个状态，要贴脸救，但赤红贴的有点早。那好在距离拉的比较开，是。但好在说3个人都在一个半场，其实对于佩佩来说还是一个飞轮就给到一刀，密码机直接点亮。脸上这边赤红，因为这一侧的话是2个人啊，所以佩佩选择先追这一侧。哎，后侧是没命中，但是同样还是命中倒了。赤红这一波避弩的话，其实他想拉距离，对，但是反而有点亏神驹，因为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才交的这个避弩，相当于是没进没退的感觉。对，那就看一下佩佩这个排点了。既然倒得这么快，其实终点肯定是不敢贴了的。但他就看一下花瓷他在什么位置，回来手看有没有人救。再往鬼屋方向走，往鬼屋方向走的话，大概就能排到了。对的。哎，切尔明了，进鬼屋吗？进了。进鬼屋了，但是对手没进。是。出鬼屋了。应该是能排到了。大约猜到在这个位置。对。另外一侧也不敢去救了。应该说到下板羸弱啊，直接是完成了一个3抓。佩佩在第2局也是率先发力了。对。这样的一个比分，感觉其实这一局对佩佩来说还是无限接近的，就没有太多的拉点空间。对，我平地先逼你的道具。是的，只要逼近了身位，基本上都能拿到的。对。哎，比较期待一下，看一下回调到16秒之后，它的一个赛场变起点站的是飞行家，跟其实上局选点是一样，有点起点鬼屋，然后桥边和终点。但是这一局的话，弓箭手的位置是在终点，上一局的话在鬼。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起点方向走啊！梦露的飞行家准备进行一个单挑，哇，这个玄霄真的很帅啊，这个时装。好，上来一个双人惊喜，上到一颗红球。对的，背包第2个双人惊喜是拉回之后是空掉了。对的，逼出一个喷气背包。那等一下非常短暂的 CD 啊。到前面往鬼屋和2站中间走了。对的，还是应该要尽可能转到1站吧，但现在的话就不去了，要往这个鬼板废墟里面转。不过他又上到一个红球，所以说重复球了啊。对。哎，看一下贴脸，但是刚好把双重惊喜时间等掉了。对，而且这个球刚才也没上到，上到一个白。哎，但收到一下，就是不用双重惊喜，却上到了更多的球。对，刚好这谢幕也很好用。对的。这个板子踩掉，手里还留着一个大喷，想往站台方向走吧。哎，但是是红球命中。站台移行，但这个移行的话是有上车机会的，但是也跟上了。那这样子硬拖时间，甚至说双人惊喜刚交，你下车之后没办法快速击倒。是，而且下错位置了，看一下前面。白鹿觉得他会走右手边交互。对，这边不想翻了，因为翻你就是一个空中飞人跟上嘛，对吧？是的。哇，还是倒在下面。其实我觉得倒在上面能挂得更久，是吧？就硬去让你交一个绕场谢幕，对吧？对，硬交绕场谢幕，然后我还能拖得更久的时间。不过溜的已经很好了，够了。小鱼这波应该不是他来救吧？后面有要偷袭的。对的，而且对于这一局来说的话，可以配合幻灯师，然后卡的比较满一些。不过幻灯师自己亲自过来救了啊，交了一个人物投影到影子边，但这一刀没有打到，给到一刀直接无伤救了。对的，没有交双重惊喜吗？感觉可以交一次，没有选择是绕场谢幕。但反正这样拖了一点时间啊。是，但是梦露手里他毕竟也没有什么道具了，对，走不远倒是。哇，这个是能很准啊，感觉能拖出这个化险为夷时间。看一下2楼这边有一个空中飞人的机会，对，只差一个红球。往角落倒了，拖住时间了。是的。哇，这个看一下这个点，我要不要让弓箭手过来去帮忙辅助一下？但是楼底下是佣兵。对。佣兵的话，这台88密码机也不着急修了。看一下，
切了一手什么技能呢？不会是市场吧？是市场，我就比较期待是不是市场，因为市场，因为88这台还是比较多的，市场了，市场了。对，因为他知道这一局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是拖了很久的时间嘛。对他想去争胜的话呢，可能必须得把脸上台密码机给踢掉。对的，而且必须要打到佣兵的一个双倒是最好的。小鱼这边过来救援，看一下哦，走位很细腻，2个无伤下来，但是还是补到了一刀。对。那梦露这边的话也是尽可能往对面半场倒，然后你交了市场之后，其实对于弓箭手来说，它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在，而且甚至说刚刚是把密码机给通电了。对的，但猫猫这边发了一个专心破译，要不要去打一手呢？猫猫来了啊，他只是发信号确认一下位置啊。对的，但前面的话有点小卡模给到2球，空中飞人过来不敢翻，飞轮骗出来了。哦，那还有一段双重惊喜，有可能会倒地，还好交了一个后撤。对，秘弩交出来了。但是就差一个土球了。逼到龙骨弓的话，那就没什么操作空间了。哦，他一交照上节目就必须得交这个龙骨弓了。对，没办法，没办法。那这样的话，密码机好像能够啊。是的。然后把人好像不能够，鬼屋这台还是亮不了，还是亮不了，因为这一台的话是小鱼在修啊，修的比较慢。对他们不想太去冒风险。对，主要还是差的太多了，是吧？76。对，要是主要破译速度确实有点太慢了。正常修机速度可能差不多了，90多了哈。看一下。这边的话重新兴起，其实对于白鹿来说，那这样子这一局是有机会可以去争取一下的。空中飞人交互腕拉开距离，但双重惊喜是好的，贴脸去放一下。是的，要一个，再弹一个护腕，双击规避掉了。那这样子的话，短暂的缺失了一手节奏。神坠赶紧给一些鬼屋密码机的一个压力。对。但而且也上了一个人物投影走。再踹一脚。那这样的话，小鱼一定不能再露面了。不过神坠的话是选择在楼梯这边绕，这边感觉这样子要倒了呀。歪了一点，反绕。哇，那这样子神坠这太灵性了吧？这都能发现啊。那密码机好像要够了。够了。但是神坠它没有回光返照。没关系，现在可以直接开了。我觉得可以直接开了。这边也没有底牌了。对，击倒了。因为这个局有保平嘛。你现在的话，该空中飞人也交完了，然后把人挂上。猫猫去点中点门，但是还没有摸到。好像来得及吗？18秒的时间。没挽留，主要是我觉得没挽留。你哪怕是真的过来了，赶到了也对，也不太有那个问题。对，跟这个空中飞人先过个河，好像来得及，但只有这一段。然后另外一边的话，门也能点开，而且也没有挽留。弓箭手还有龙骨弓，对吧？真要走过来的话，让佣兵点门，我去龙骨弓打个眩晕也行。好，那这样的话呢，替保住一个平局。在 M2C 选图的这一局，反而是先拿到了一个优势在。没错，确实也是阵容，毕竟我要瞄准嘛，对吧？我瞄准我要面朝你嘛。其实也还好，斗牛士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操作在的，但同样这个阵容的话，控制，接着是在中场。上方的话呢，有这个斗牛士，左侧花园的位置有病患，远端是逃脱大师。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方向14人走，花瓷这边已经开始压脚印了。中场暂时没有看到人，然后只能往小推方向走，找到了小迪啊，小迪的话也是从中场溜出来的。打断一下，那这样其实是稍微费了一下他窗弹射的一个距离。前面进板的话还是能进到啊。对，然后中间的话终于等到花瓷了，把中间这个位置给寄宿一下，耽误一下修密码机的一个时间。陶大师这边准备放一个迷烟弩掩护一下吗？没有啊，就是吓唬一下。偷刀没有偷到。但同样侵蚀值的话，其实来到了65。但是14人喷是没喷到。对，眼神好没有中。但是小前面平地好像还是有刀的说法。平地有刀。那这样还是来到一个75左右的侵蚀值。中场花瓷把陶片给拆了，没有传送点，只能等机械师的一个传送这个寄宿 CD。没错。掉了之后再寄宿。不过这个隐身好重啊！提前中了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击倒会比较早啊。对。哇，这个节奏还是提的挺快的，而且是地下室啊。地下室的话，逃脱大师也有点难受了，逃脱大师换不了。
那救援的话，还是让陶德大师来吧。它很细节的一点是提前技术了机械师的陶片在上面，对，这样哪怕我出去的话，其实我还是能传回来。是，但是没有想着去解决一下机械傀儡。接完我的位置的话，也是在破一小推，然后陶大师也不着急救援，这边先让病患交狗锁来救，给到一个，对，给到刀。 给他刀就病患的话，他这一波属于是偷袭成功，这波救援那这个地下室的话就没有守到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对的，看一下要强行打病患一个双倒对，他双倒了。哦，打双倒，哇，那双倒还是一个 A 晕啊。对的，看一下机械师的一个位置，而且机械师倒不开，他最主要的是什么？他的接玩偶在外面，他重要的是接玩偶，不是他本身。对，那现在的话，我可以换挂一手，再挂一手地下室。对，然后而且机械师的话好像也能找到啊，这个方向能找到啊，出去就看到，他没想去找，他其实也没想去找，对，看到了，你看这个视野应该是证明他看到了。看一下要不要选择去挂手机械呢？想来回留在底下，然后传过去，准备再把机械师挂上。对，往墓地方向挂，再干扰一下赤红，但赤红的话呢也在。一开始想去减个速，但是还是算了，因为减速了也能去挂上。是的。陶大师陶德树直接是换走了椅子换走了，给这边丢一个寄宿陶片，然后过来守中场窗户外的这个椅子。没错。但其实一来一回的话，是让接完我这边破译的密码机进度很多。对。再去控一下中场，2个人合修，赤红过来准备救援。 这波守椅怎么守啊？应该就是说想过来打针对，但是呢，直接是救下来之后，哇，一个斩不招引，直接让监管者被控一下。不过本来好像也是要翻这个窗。对的。前面看能不能逼出闪现，但前面侵蚀度的话是58，闪现逼出闪现了。那还行，但是密码机也不太够。小迪在这个位置想去和赤红打一波配合啊。 但是打断了一下，导致赤红他这个木莱塔技的时间有点靠后，对，触发的，所以就没有干扰到监管者的一个挂人。但是密码机最终也是只剩半台了。对的，这个半台应该是墓地那个。那现在问题就是病患这边上过一次挂，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半状态的一个病患了。是的。赤红这边的话呢，暂时手里。 没有木莱塔记忆。现在的话，球员方是找四散开来去破译新的密码机。对，笑笑这一波的话，一直在给密码机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现在的话被动也在，对的，不是特别怕。找到花瓷的位置，技术一下找花瓷。现在场上密码机就是红毯和墓地离得挺近的，但是2阶是交在了墓地。对，感觉交的有点早。哇，这个非常炫目的一个特效啊。 这个迷烟炉很梦幻，但对于佩佩来说不着急嘛，他可以来回的控场，现在拖缓自己的一个闪现时间。他没看到吗？没看到。你说这个顾炫是不是有用嘛？这个确实，但是他刚才都没在那个烟里边，你知道吧？对，好，那本体的话呢，还是传送到了红毯的位置。是的，拖自己的下一波2阶的时间。对，而且等一下闪现嘛。 能看得出来，佩佩现在的一个熟练度真的是，还不错。对，增进了非常多啊。这一波是空了一个附身吼。哦呦，大胆交互，很大胆。那前面的话，再回去控一下密码机。对的，2阶是好的。往小门走，然后1死人往红毯走。过来2阶好了。打断了一下抬钩，但是。 无所谓，因为侵蚀度叠不满。对，赶紧再把1死人往小门方向派。现在3台密码机都快磨够了啊！好像要压陶德大师那台。对，陶德大师那台已经压好了。盾流师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病患也是病患侵蚀度填满。对，病患有光反照也不怕你打。 密码机直接点亮，但赤红那边没有办法点门，只能靠花瓷把本体给佩佩本体给调走，然后看是不是有没有机会点大门。对的，这边还有2个钩锁，看一下前面闪现，但是被钩锁预判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只能回头找下校。那对于佩佩来说的话，可能更加依赖于说。 利用自己的2阶进行快速击倒才行了。是的，现在已经很难进行控场了，因为闪现交了嘛。
闪现空了，这个闪现交的还是有点草率了。明知道病了患手里这个是有钩索的，而且也不会被你所打断。这样子如果拉扯下去，还是有危险的。对，有点危险，有危险的。那闪现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武器，但是刚才佩佩觉得那个闪现虽然说点位不好，但时机好。如果那时候把人给击倒了，这局就多抓了。是，当时门都没有摸到呢。现在侵蚀都要50，感觉像保平了。对，现在1-3等下个技术吧。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就等下个技术，然后2阶还有1秒吧。花瓷会想办法突出重围一下比如说寄速瞬间交一个，就是不能给大门的身位，给身位了，但是佩佩意识到了还行。因为他们都没有敢点门，虽然说你花子这边是有这个黑影在啊，但他不知道伊森的位置在哪里嘛，对方。但是大门也没人点。对，但现在确定了，确定在附近了。那就算了。是给到一刀，那这样的话保住了一个平局。笑笑那边应该是可以直接走，那边有没有陶片？伊森也过不去了。陶大师应该是能到小门的没什么问题。那佩佩这一局的话呢？他们是应该是走了好，走了吗？走。这个斗牛士怎么一直在门口逗留呢？好，没问题保住一个平局。那现在的话对吧？但是前提是建立在抓得快这个点。是。割剑员这个角色在抓得快这一点上有保障，而杂货商没有。杂货商只能看你准不准。主要杂货商他后期能去扛。对，杂货商确实不容易。他经常是被控到，然后拿了3/4的状态。是的，对吧？你要是想跟他近身不上来先吸一个藤蔓，然后直接是略过古董商。没略过，他只是看古董商有没有中场走对，往中场转。对，看看古董商有没有往中场转，但是古董商的话已经在墓地准备好了。但其实猫猫还是很赶直接当面修了一下修了一点点，一点点吧，好像就摸了一下，甚至没有显示进度然后这边，但是前期的话，白鹿好像有点没有找到，不过也行，终归会找到的。没错。板子踩掉，然后这个距离藤蔓交不交？不交。前面有个拐角，就看一下这个拐角好像没有办法，对，没有缠到，因为是先交互过去的。对的。开一个门，然后猫猫的话呢，往红毯和墓地这边走。你看手里碎石的一个压迫了。你看猫猫这个想法很好，想回头偷袭，但是准度有点没有预判到他的位置现在压力很大，2个碎石手上没配合闪现过来，1秒没有反应过来，神坠没办法呀，出刀很快，1台半击倒，感觉这局有点难受对球来讲。对。我觉得好消息是什么？就闪现交了。对拳方来说，如果真的要去保平，对保平的话，我们可以压满或者说之类的，尽可能保状态为主。但是吧，直接选择过来救了，就是因为古董商他是有黄反照的。如果说打一个没有古董商的3人看门战的话，那有2个没黄反照。但就怕手椅上面拿到更多的节奏，或者打出情况。碎石没命中，1秒给了，保稳。对这一波的话，白鹿光凭在椅子前的一个来回的遥望就逼出了一只1秒，还是非常赚的。对的，很怕震慑这波救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等下大幅再来救援一次，就尽量把花卷鱼都给交出来。对。手里现在2个藤蔓。当然大副下一步救援压力倒是不是很大，只不过密码机现在确实是不怎么够，想要挂到梦露这边的，但是像雪茄它可以配合强风，躲了，卡位没卡住，这一波这个走位，这样子就影响了所有人的密码机了。是的，强风跟堵位都没有堵到。其实我觉得梦露他可能就是哇，这个藤蔓缠到了，这样子的话，炸到还先炸到一下，是的。再来段表要不要叫气象学家回来？前面还有藤蔓，先交藤蔓缠，没有缠到，就在椅子边等。但是不着急，对，不着急，你没法救了，没法救了，对，没法救了，没法救了。哇，打出来了，对于白鹿来说，那这样子的话救不下来。我的这边怀表进入 CD， 对白鹿来说还有一波续集这种机会。是，逐级看到了，看一下藤蔓在交，前面不好躲。
想先拐到了，碎石加一刀，还挂到了遗产，不过是一台小遗产32的。是的，但现在外围是没有一鸟了，而且现在学把道具全部交完了。是的，现在学赶紧起心机，然后神智这边密码机能不能抢亮？再强行抢，好像抢不亮，隔着窗户能直接封了。窗户这边要不要封一次？对，直接封了。感觉能极限封94，抢不亮到了。对，然后他还要救援。我感觉这局要翻啊，要出问题。对，直接时长踹掉，封住时长，一点脾气没有。对的，因为对于白鹿来说，我能接受3抓，对吧？我不一定说一定要4，但我能接受3。不过这一脚时长亏的东西也挺多的啊。对，确实亏。大副放出去了，然后击倒先知的话，大副那边墓地也有密码机。是的。然后他们让这个底牌还用过了，而且对于神队来说是有操作空间在的，他能去尝试的牵制。哎，走他刚刚开的这个门，对，手里还有一个飞轮，然后感觉是有可能会把密码机涂的更多。是啊，看到这边开门出来，手里碎石有飞轮，看这飞轮怎么交，回头飞轮顶到了。下板碎石压迫基本上要倒了，这个位置能博弈到吗？博弈到了，这个碎石没有覆盖完全这个。对，他是抓你需要去碎石这个位置，然后我去翻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啊，还是倒了，但是够了，因为为什么？你切了时长，对你现在就把局势给完全有点，那还救吗？又要挂回去吗？是不是直接亮了？我觉得可以不救了，因为我也能接受被3抓呀。我现在放了。我可以直接亮，直接亮，我也能接受被3抓，因为我们还能只要不被4就可以。对，不被4就行。来看一下这边开门，但是没道具，碎石没办法，压到应该要倒了。另外一侧神坠应该是起不来的。对的，因为也知道你的天赋暴露了嘛，双弹飞轮的一个天赋，包括把人也是往脸上去挂。不过神坠是不是有机会摇下来一次？感觉。有机会，但我觉得作用不是很大，看一下梦露还回不回来？哎，起了吗？前面要去，头铁过板，那这样的话完成一个3抓。对的，另外一边也出门。5比3还回来了。哇塞，挺好。你看这么精彩的比赛是吧？我喜欢啊，还是要多看一会儿的。双弹化纤维，现在的木偶师已经没有那么适合救援了。对的他的路易消耗速度已经达到了160%160%了所以你也可以。好，现在左上角小房的位置。好，小房的女王风，不过目前面对的这2个角色好像还是不算特别怕他的那种只不过比较怕的是。好，看一下起追的，是找脸上的火灾调查员吗？先攒一下能量，往中场这边有点靠近了，其实也是有所防的。你看到小鱼的位置在大防附近徘徊，对，因为他带的化险为夷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对的，绕了一手回来，那去找脸上的猫猫，但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提前被木偶师看到了，所以说也爆点给队友。猫猫也是在房子后面。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到视野当中了。这边能量攒了很多，对，能量攒多，而且有加速。慢慢的靠近翻过去，翻回来，再博弈。前面哇，他要是不交那个14的话，直接出刀，感觉震慑了，有机会感觉是吧？对，因为猫猫它没有弹射，它就只能在一个窗区去大胆玩一玩。他也没想到你敢这么烦啊！对啊，白鹿想了想，好像确实也没有想到敢这样。对的，但这个诗词好像稍微的急了一点。对，看一下这边前面闪现好了，直接该来的震慑还是要来的，对。但是闪现交了，其实也会暴露一个信息给到猫猫，说这把信号枪可以交了。对。他前面没交是在于说你来的时间，我不好交这把信号枪，怕你兴奋，可能是兴奋。对，那所以说我就省下来，但现在的话我就有这个2次牵制的机会在吧？对，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救援安排，然后小鱼过来，但同样面对女王风的话，可能2个人都得动身啊。这个拦截的距离很远，这个是一个预判试刺，是的，然后直接回来，把小鱼的位置骗过来了。但是小鱼这一波其实还是有可能被拦到的已经拦到了。他用这个从群去探下的位置就知道人在哪里。对，路易可能要再交一段，再交，再交。是这边打断一下，看一下，打到这刀，其实是想搏一个震慑的。对的，但是还是小鱼这波救援还是挺稳的。开启2阶。
那信号枪就不好交了。很稳啊。哦，前面的话手上有飞轮，打一个隔窗，一个没打到14，然后热场风球出来，飞轮躲了，枪躲掉了。哇，两边的博弈，天哪！这边预判你出来是吧？飞轮躲掉，但是同样我也预判你交枪。是的。反正也算是活出了一些化险为夷吧，对吧？然后这波梦露靠得很近啊。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他一直在用蜂群去排一下位置啊，对的，探到了。探到之后看一下，还是有被拦截的一个风险的。风刺刚好气囊挡住，预判一下躲点，第3个没有躲过。哎，前面的话压迫，直接扯。打一个双倒，一个试刺加普攻的连招。对的。过来再找猫猫，但猫猫这一次就没有办法26了。对的。他这个枪上一局因为已经上一波已经是交过了。没错。但是密码机的速度也挺快的。是的，这边风刺。但前面的板子如果说只要架住的比较久的话，很难进行打到一下试刺。这边想骗，但没关系，我直接平 A 了。对的。其实这个也就是你吃试刺或者吃刀之间选择了，还是多拖一会儿时间给了一个普通攻击。那把空军挂飞以后，现在场上的状态还是比较差的。另外一侧已经在调状态了啊，木偶师和梦露的火灾调查员在一起调一下状态。这边的话，热杀风球的一个形态过来排一下耳鸣，哎，没找到耳鸣，现在能量已经不够用了，要变回来了，变回来了啊，只有1点能量了，直接传送过去，但是这边是一个满状态的囚徒，对的，但同样他也是带了一手双弹飞轮嘛，哎，想电砸一个电砸，但是没有砸到，白鹿还没进板，对的。前面的话，其实贴点这边没有交互点，给到一刀，躲掉试刺，给到一刀，再用一个2阶，哎，但预判错位置啦，哎呦，能量又没有了，这步神队还拉得更远了，拉得更远去了。是，神队他也是有一些小巧思的，对，走位躲开，这边试刺能量又够了，没错，他会有个加速在，前面的话又进了这种单板。这种单板基本上没有什么博弈空间，飞轮没用，他只能躲一个试刺。对，因为你试刺之后这个出刀接的太快了，来不及翻的。现在把人挂上，但同样你天赋也暴露了，对吧？你也知道是双弹飞轮，对的。然后双化显微也交了，其实这局对纯方来说有可能会被抓到机会啊。哎，脸上找到火灾，哇，排这么精准。看这边是让远端的大房的人过来救援，是大房的木偶师过去了，然后梦露这边是暂时用自己的一个球化解了一波危机，但也就这一波机会，感觉要回去了吗？要先把人赶远，再回去，能量涨得差不多了。那这边也是一个过半的一个状态，稍微保一下要，保有点难保了，感觉要。现在一个电流，砸到了，砸到了，感觉可以选择4次强行过板的，是4次过板嘛？对，能量不够。哇，预判那个远距离试刺，那把人击倒之后再选择挂上，另外一侧密码机也差的非常多啊，对，而且手里传送也已经好了。这边神队因为刚才是过半救的，而且挂飞了，时间拖了还是挺久的。对。然后现在再过来找一下小鱼，直接选择先变一身啊，防一手。因为现在的话，板子破掉，另外一侧梦露也在修了，要争取还是跑一个会比较好一点。是，赶走，但是其实就一直压迫你的位置，对于小鱼来说也一直只能摇这个路易去变，但没变出来。刚好结束时间，对，刚好结束，吃到了，那还能再变。对，气囊 CD 没好，是的，是喽。那前面要倒了，热杀风球出来，哇，一个无后摇的应急试刺啊，直接带走了。那传送也好了，挂上人，密码机点亮，但是传送好了，梦露这个走位直接传对门了，然后没用，气囊全部打掉了。这个时候知道你有化险为夷，而且你回光返照也亮了，对，所以说只要排到人的话，排到人就是能4抓感觉。但这边好像排的方向有点歪了，但回来耳鸣在了，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边看到直接
撞脸了，找到了贴脸，没有任何道具，一刀带走。那这样的话也要挂一下啊，因为要比时间嘛。对的，看求生者在最后帮自家监管者拖一点时间吧。是的，这样的话也是在7分16秒左右吧，还是愿意相信喧嚣这个角色的上限的。是的。 而且阵容上呢 ，M2C 这边拉点的角色几乎没有，就是心理学家多了一个主观锚定，然后有人去干扰，又有人去追击到下一个目标，又能秒去2手节奏。对的，因为你2手节奏如果秒去的话，求生者是必救的。对的，一救的话就容易给到一些机会。没错所以说，进入画面了，来看一下这一局啊，直接往赤红的方向走啊。找心理。看来心理学家加强了之后，好像还是要成为被追的对象啊。看一下这波赤红的一个牵制啊，远距离的一个双惊喜没有上到，没上到2下都没有上到。哦，那这样子交出一个弹射，哇，前期节奏有点差。对的，因为前面的话16秒真空期，对吧？然后没有办法再去贴近，快踩就跟着正常踩就可以了。对的，这边板弹拉开距离，但进前面的板应该是会被抽到一颗球，看一下交双惊喜。 还有一段，哎呦，这边是还行，拿到了第1刀。是的，多上了一个球，没错。张狂的话呢，还没有好。现在这个时间稍微的是拖出来了挺多的。是的。哦，3名字命中。他的主观锚定是已经交过了，是吧？交过了，可能是打断了。 因为现在他已经没有那个主观锚定的技能了啊，在我们没有注意的角落已经交过了。他怎么交的？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留了一点应激。是的，救下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牵制时间，而且是时长快的，算是比较赚吧。这个时长相当于是2台不到击倒了一个人。没错。 对于佩佩来说，不想给无伤救，他一定要保证我能去给到一刀，在这边被无伤救了。哎，有个问题啊，心理学家一会儿他应激结束了，应该结束不了，这位置能贴近。这个化险为夷结束的话我觉得结束了吧？要结束了，结束了，好像真要结束。完了，要多打一下，而且灵柩反生还画，什么样子？ 那是没结束，不是，又留了一下这个应激，对，就再留一波。你想一下，你时长交了，我现在留下来之后，我反身，对我在那边故意给你一个震慑，对啊，我那边反出来之后，我再去回上自己的状态，对，效果是不是更好？对，更好，确实。所以说这波应该是故意的。 反正这波我肯定还是能拖出这个化险为夷，因为它灵柩反身的一个时间的化险为夷会更短一点嘛。对，这个应激它终归是能够派上用场的。对的。然后这次应该是稳稳的能够，对，是的。你看这边应激已经产生作用了啊。然后正常追，上球上到了吗？上到了，连上再就只能去尽可能让佩佩这边多交一些技能。是。 差个土球，现在，这波确实2楼会更好溜一些。对，这边还有一个原地的空中飞人的起跳啊，但是不影响，直接是带走了赤红。现在中场还没开，其实我这样子的话很赚啊，2个时长都能踹到同一个密码机。对，但是喧嚣的话，它中期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拉扯的会很难受。就这个问题，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聊过嘛，喧嚣能打是能打。 但你后面拉扯的话，你怎么去拉扯的？远距离上到了一颗白球，然后想往楼梯上放，但是小迪是没有往楼梯上走的。对的，没有往楼梯上走，他知道这个跳点。对的。再回去管一下笑笑，但是笑笑的话也会提前拉走。小迪这边一爆点，笑笑又提前拉走了。我觉得再过来找一下小迪。 感觉还是得先追啊，因为你要这么一直拉扯过来的话，你进他退，你退他进的，这密码机就要被磨够了。没错，那种时长的一个作用性就没了。对，还是要赶紧起到一个追击节奏。但是这边如果绕过来了，没防到，空中飞人贴得很近。对，这边爆点稍微慢了一点。下铲没关系的，我可以给你下铲，而且我这边追击的话，你下铲我还更快一点。对，
来看看前面的话，要不要离近了之后震颤进板？对的，再拉上去一起才交一个震颤啊，很细节。那前面的板区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很难，应该是拖不出来了，但是也是拖了很久时间嘛。哦哟，还差个球，哦哟，极限把铲子下出来了。是的，但是还是要倒地。好努力，笑笑这一波真的燃尽了。没错，那现在把人给挂到大房外，往中场方向走吧。然后小迪过来救援，入殓师那边压密码机。对，那对于佩佩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波要不要选择直接落地去打一手密码机呢，还是打一手拦截？哦，想打一手拦截，但是人来的方向其实是在另外身后，导致排不到这个点。那密码机应该是能压好的，对，压好再过来救，而且这一局的话，我觉得压好就不救了，有挽留。哦，对，他没有回防反照，直接开了。我觉得直接开。但是如果你不守的话，这可以救，那就救了。那卡个半就无所谓的呀，对吧？反正你不守啊，那这样的话，密码机准备要亮，因为守墓人是有回防反照的，你象学家没有。一个强风推走，对的。那再过来找笑笑，但是笑笑的话呢，他已经是一个满状态了，回防反照。那这里看一下，后板还在撑，而且没有挽留，要命中2次。对，双方惊喜交流又是16秒，那16秒后的话，门差不多也快点完了。开了，要上2颗球。这波还没击倒，也不走焰火那边，还是击倒了。那门已经将近开了80多了，等人挂上。试试不挂直接传，但直接传的话，这边应该也是能自愈的点门。而且你没有挽留，你传了也不一定能终结掉。对啊，那最终的话也是保住的一个平局。MRC 这边。没错，好，那也是恭喜 MRC 啊，鏖战4局也是拿到了揭幕战的一个胜利。没错，非常精彩啊。是的，你看第一局拿出来。对，因为女王蜂它强势的点就在于追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强的位移能力，就像飞行家的悬停，你的医生是没有的嘛，你只能通过一个近身的板区点，像是墓园的一个飞行家。但整体来讲的话，医生他的一个牵制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对。尤其是队友可能很难去提供一手帮助嘛。那看一下年姐的一个方向啊，冲拳也是直接先拉到了医生前期选点的一个方位了。对的，也是直接朝着医生的方向去的。在预判一手医生可能会拉到这边大双11的一个位置嘛。对，那我们能从这样的一个上帝视角能看到医生是进入到了墓地，不过年姐这边好像是直接选择去追击一手大副了。对，这边提前逼出了大副的怀表。身位还是保持的比较近的。对，这边交出怀表之后，想换一手节奏，找一下独栋的军少天。这边应该是要进入到追击节奏了，因为现在再换人也不太现实。对，但是独栋的这个点位对于军少天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不好在前期对于年姐来讲，前期的干扰比较多，所以说掉的密码机并不是很多，因为大家还是在一个拉点的过程中。是的，一波控制重新反绕，军少天直接拉到了双11的位置。对的，再利用一个弹窗加速往墓地的方向进行转点。是的，那这里稍微的有一个2发远程了2次的话，我觉得会很亏，因为你本身就干扰到了队友的一个破译嘛。对，还好是个咒术师，你的伤害打到我身上之后会叠猿猴咒像。这样的话其实会让球场这边整体的破译速度更慢一些，影响到了蝴蝶亭的一个破译。是，而且即使交了这个3层咒像，你并不能拉开太远的一个身位。对，直接交出移形跟进，只能在这个非常短的板区间进行一个博弈。是，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击倒节奏了，对吧？震慑完成击倒。根本就不用利用其他的技能，那这样的一个击倒时间对于年景来讲还是非常优势的，因为2级加起来才1台半。对，主要是你的这个牵制路线稍微干扰到了队友的密码机破译嘛，所以场上密码机加起来就2台多一些。而且前期你是逼掉了大副这边的一个怀表的，所以说其实求生的道具后面也要考虑一下。那这里是3岁交一个悬停，规避一下应激是刺，直接保了一波近乎无伤救援。是的，那这里还是想去多摊一点伤害啊。那这里也是开启了2阶，还是尽量带的稍微的远一点。不过因为前期牵制时间并不是太够，所以说现在脸上那个遗产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对的。无论是中场还是说红雷霆那边，这边也是快速跟进。现在是需要大副这边赶过来救援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副来讲也完全不能省这块表。对，而且他的位置会比较远，他是从 F 板那个方向过来的，已经在提前被拦截到了，只能先摇出怀表。在摇表过程中也是要小心这个失真的。对，一个预判失真没有命中。积攒一下能量，第2段怀表的话还是摇中了。
现在这个救援手一博弈，是的，稳定吃刀救援下来。第3段也摇到了。 应该是不太会双倒了，现在就看一下这2天能拖多长的一个时间了。对的，手上有2层猿猴咒像的话是有牵制手段的。是的啊，这边交了一个窗坛以后，马上再交猴。时针命中，还差最后1/4格伤害。现在对于这2天他有点难受啊，因为我近身的时候是被逼我要交一下咒像嘛，但是远程的时候这样一个时针我不太好躲。哎，是的，但是也算是稍微拖出了一些化险为的时间嘛。是的。那这样的场上密码机的话，只剩最后1台多一些。是看一下传送过来找到了3岁，3岁之前是有掉过一点点状态的，所以说现在其实也比较有压力，而且你的悬停刚刚是交过了。这边想反绕一波，不过3岁的话也是稳定进点。是的。那对于他来讲，还是尽量看能不能带走这边的一个密码机，还是需要队友来去补的。这台密码机但前方的板区被消耗过了，手上有一个飞轮的话，看怎么近身博弈。还是非常出色的躲掉了所有的一个伤害，吃到了一个实底啊。是的，主要是这边是一台非常进度很多的密码机，他现在对于3岁来说，他一定要带走才可以。时针命中。不过这样的一个倒地距离的话，已经足够队友那边去压好了。但现在有个问题是，他是地下室，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对，不过好在他手里有飞轮跟道具，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对的，这边求生者也是选择说你没有带回光返照，并且强挂地下室的话，那我就直接通电。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其实医生跟大副2个人，尤其大副他也没道具嘛，2个人都不太能卡。对，而且女王风在到达2阶之后，化身热沙风球的话，这个赶路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对，我完全可以在你们安排好2个人的位置之前就赶到这个门口啊。这边得考虑说一个人去卡一下，另一个人在近身博弈。跑一个的一个战术。是的，这边大副一定要多去坚持一会儿，至少要让医生那边把这边的一个博弈还是非常出色的，是。哎呦，还是打到了恐惧震慑。那边的话也是刚刚救援下来啊，再加上你从地下室救援下来之后，你要去贴到墓园的门的话，会非常之久。对。那年锦现在手里的能量也是非常充裕的。对，而且现在他的技能已经恢复好了，是有传送的。是的，他先用热沙风球往刚刚墓地的方向去探一探啊，这边是看到了3岁的一个位置。哎，被电车稍微遮挡一下，不过无伤大雅，因为能量还是够快速贴近的。可以贴到脸上。也是直接交了自己的一个背包。前方的板区的话，可能会有点极限，需要释放飞轮。但是没有交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玉林那边会比较尴尬，因为现在年锦手里还是有传送这样的一个技能的啊，你无论是救人还是点门，都会被第一时间逮到。好像还有机会能直接传过去。是。这个传送好像是刚好救下来的那一刻，然后传送，所以传到了学校门的一个区域。不好在这个椅子其实离门也就几步的一个距离啊。再次化身热沙风球去找一下这边的大副。好，这边板区抽刀完成击倒。那边的话，玉林因为墓园门也是没有开掉的嘛。对，医生他本身就没有位移，他一直在2个半场来回跑嘛，肯定是速度比较慢的。而且现在年锦又把大副挂到了墓园的门口附近，你是不可能点门的。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把挽留时间拖过去走这个地窖。但考虑到又是个大副的一个淘汰进度，对，他还有半挂，会更加的需要撑的时间会更加久一点。是。这边再排一个耳鸣的方位，但玉林躲藏的点位非常的巧妙。对。而且对于年锦来讲的话，他还要再考虑一下你有没有绕回来去点另外一个门嘛。对，这边也是及时回防，可能是感觉到你要过来去救援了。但玉林也就是我消一下自己的一个乌鸦，不可能真的去点这个门，因为这个门要点开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因为地窖的位置其实就在甲门方向嘛，他把这个挽留时间拖过之后，等大副快淘汰的时候，就可以走这边甲门的地窖了。只要在大副上瘾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被找到，他的一个走地窖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开门阵的拉扯已经让年锦这边挽留时间要结束了。是的，那这就是走了一个跑地窖逃生。我觉得医生。如果说开局被发现，那肯定是要进行一手追击的，而且很难拉走了，就是基本上被架在一个位置。不过这个阵容的话，有一个幻灯师的擒天赋，避免说被快速击倒嘛。对，或者说医生就算带了，也让其他的另外2位多去带一手啊，因为主要是前期在有女王风的情况下，医生一旦选出来就比较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的话。追击方向好像还是朝着医生的方向去的。对，不过这把它整体的路径会变一点点啊，是先去干扰一下磁铁。看起来是要追了，身位就很近了，可能直接去追击这边的 OB 位了。是。也是一种解法嘛，我前期把你快速的解决掉，后面就没有人能干扰我的一个挂人了。对，非常精准的一发命中核心，同时补上4类值。
过还是在到达100之前拿到了这一刀。对，前期第1刀的节奏会比较快一些。一个远程失真规避掉。这边看要不要考虑去做一个电车，还是决定在墓园进行牵制？因为如果坐车的话，这边可能下车就要被击倒。是的，在这边去绕一下地形，它的操作空间会大一些，还有机会交自己的道具。看前方呢，一发龙骨弓，命中核心非常的精准。是的，一直没有给到一个很好的攻击视野。对，但同样的东玄这边的辅助特质也要准备就绪了。再防一下这边磁铁的一手飞轮，一发苦毒攻击完成击倒，是一个1分钟的一个击倒时长，比上局会稍微快一点。不过因为没有影响到密码机的缘故，所以说场上电击还是会稍微有一些的。对，会冲着比较接近2台，不过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地下室，对，那就增加了一下队友的一个救援的压力，可能要贴过来的更早一些。对。女王蜂在地下室守野的时候，这一波给到压迫性会非常之足的，就看吴昕这波救援怎么处理。是的，这边已经是贴到脸上摇表。失真预判一下位子。不过现在这个淘汰进度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说刚刚吴昕没有着急下来。这边的话也是贴到椅子旁边，看这波手椅博弈。直接是一个无伤救援，甚至是地下室的无伤救援。对，那还是非常赚的，因为这样救下来之后呢，吴昕直接往地下室里面一钻，你也不太好说去追到我的一些伤害了。是的，这边东玄好像还是想再去逼一下大副的道具。他觉得我是确定弓箭他的一个位置嘛。对。那吴昕这边完全没给机会啊。这波无伤救援算是给求生者缓了很大一口气嘛，但场上密码机你看加起来还是差很多。也是因为挂个地下室虽然无伤了，但是对于救人位来讲，我要更早的去松手过来去进行救援，这个淘汰进度可能卡的不了那么满了。是的，是的。因为相较于淘汰进度来讲，救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对，第2波的话也是让空调的医生过来再去刷一个化险为夷。那这波救援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压力。对，因为毕竟他的道具不太适合贴椅子啊。看要不要去跟队友之间进行一种配合。因为外围吃到伤害的话，它是不太好救的。这边热哈风反哺过来，一个应激14次。但这边的话是没有打到的。对的，想摊一个双倒，不过被及时躲开了。而且因为磁铁下来就补上了一个龙骨弓啊，所以说你也不太好真的去硬追一下。对，而且医生救援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自行进行治疗。相当于就无伤救。对，只要没有把他击倒。应激14命中，还差最后的1/3伤害。哇，2发应激14。对，这种应激的话，对于求生来讲是，只要监管这边角度控制的比较好，你是很难去躲掉的。那能看到场上密码机还剩一整台，不过这把求生其实他们的一个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对，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幻灯和医生这边他是没有携带光反照的，所以尽量要避免一个上瘾的风险。这对于东玄来讲，其实医生的天赋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刚刚都已经在面前有教过了。热哈风球过来命中了大副，摇出怀表，但还是给打出来了。位置是，主要是摇的一个身位太近了，你没有太多可以影响监管的一个身位。那现在大副怀表交过，状态也打掉，那东玄现在就可以进行控场了呀。是的。S100的密码机的话，目前是可以看到走动了，因为已经过20了。现在直接贴过来，看一下小白他的一个牵制啊，因为外面新的密码机的进度还没有跟上，他们是优先选择去补一下状态的。是的，这边利用人物投影去躲一下你的失真。他已经拉到一个双11的位置了。这个方向去牵制女王蜂的话，其实还是稍微比较舒服的。而且只要队友那边状态补好了，也不一定非要来修这台嘛，反正这台的进度也不是特别多。这边是拿到了1刀状态。外侧的密码机的话，破译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大副是去找那边医生打的一个状态。是。也是能看到吴昕补充了一个魔术棒的道具。手上没有道具了，进到前方的一个交互区之后，可能会要小心一下失真。虽然规避到了失真，但是还是给到了这个震慑。是的。因为板子是已经下掉了。我们看外面那台密码机是36的一个进度啊。对，是墓园方向的一台密码机。他们也是停止破译了。那这样子一来一回拉扯的话，可能密码机的进度会稍微有点跟不上啊。是。这个位置其实离红蝶亭比较近嘛，对于东玄来讲。风球过来赶路，想去追击一下医生。这边医生的话也是有飞轮在手的，并且他是有2个药物灯跳剂的。是的，这边走位已经躲掉了2个失真了。对的，能量的话可能会略显不足。
如果你要追医生，那可能就得追到啊，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换节奏，那相当于别人在追。是的，你看现在的已经是让他补上了一个状态了。交出飞轮，不过手上有闪现。这个时候还是过板刀完成击倒，那边的密码机的话是来到了一个30%，其实差的还是会稍微有点多。因为这边女王蜂可以再次通过自己的一个热哈风球过去，是的，非常快。而中间的救荣月的话，只能趁东玄这边赶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去救一救。不过这里东玄感觉是想要去打一个手椅的节奏了。对，因为你刚才漏过飞轮了嘛，所以我知道你这边是没有携带护光返照我不如说是把我这个技能留下来打他们战。不过无心这里提前摸了一个香水啊，也是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尽量的比较好。这里已经是失真全部都躲掉了。是的，应该是可以稳定的救下来。不过主要密码机的进度不是特别够，但是医生现在要过半了，看一下他们要怎么去选择。这波已经是淘汰进度过半，密码机的话也马上要压好。不过因为没有携带护光返照，所以这波的话，如果东玄一直发射失真的话，可能不太好扛。哦，也是精准命中了医生。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副的身位离得非常非常近。对，而且东玄这边他是有技能的，他可以通过底牌去贴一个传送，去控一下那边的墓园门。看他优先怎么样想，先用热沙风球去看一下这边那个门的对，算到了你那边的使用者可能会进行一手防守。是，应该是能够很快的排到这边幻灯他的一个位置的，因为本身他也没有带这个护光返照，所以说整体的一个移速没有那么快。闪现完成了击倒，那这样的话能量有点不太够，好像守不到那边的徐涛门了。是的，如果现在满能量的话，其实感觉也比较够呛，只要你把这个人挂上，这边的门就差不多了。对的，那这局的话可能就跟上局一样，完成了一个三抓。对，主要还是对于东贤来讲，如果刚刚能够不交自己的一个技能击倒的话，那就完全有机会再去拦一下另外一个门。后期之后，我的道具被消耗干净之后，反而是我这边台球占优。没错，尤其是还是心理跟火灾这两个点吧，他们一旦是掉了自己的一个应激跟状态之后，就真的非常白板。这个求生者去破开终点的3连的。起点那边就慢慢修就行了。对，比较好带走了，因为只要是套上2波化纤维，怎么也能让你把这边的密码机给空出来。对的。好的，那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的话是先想去驱赶一下救人位的一个破译，顺道的话也可以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嘛。是的。这边近身还是很容易逼掉救人位的一个道具的。先提前留下一个击球点，看能不能说是逼出一个佣兵的护腕。对，那这里可能是要交护腕进行一个拉点了。那这个时候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换头掉头去追一下这边的气象学家。是的，那空调这边也是有所防范，已经离开自己的密码机比较远的一个距离了。对，那边推杆过来之后，身位保持还是非常健康的。可能还是一个趋向于闪现开一刀的一个节奏。对，因为毕竟气象的一个道具也是比较充裕的状态啊。好，我感觉想再换啊，去管一下小白这里。对，但小白这边它是有一个弹射的，所以自身牵制能力不会有特别大问题。一个气囊弹开，并且卡住了一下东玄的位置。是的，很细致，是很成功的拉开身位啊。不过他们现在前方的话可能会被闪现拿到一个状态。是的。还是尽量拖慢你有闪现身位的一个时间啊。对，这样确保闪现之后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坐车身位，因为你在起点站里侧坐车跟外侧坐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这样的话，在内侧坐车的话，还可以去搏一下这个主球的释放。确定开车以后的话，就直接把击球点交到2站的一个位置，也是看到这个站台灯是没有人给他点了。对的。两边在博弈，但是这边想慢翻下来，不过被洞察到了。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跟到，所以说让小白还是吃到了刚刚自己的一个窗弹。而且这个气囊的卡位又再次成为了伏笔。是的，那一刀没有打到还是非常伤的，对于监管来讲。对，走过来的话，这边空调是可以利用强风进行辅助的。对，不过这个强风躲掉了啊。那前面一个主球一封的话，应该是要倒了。这边主动吃主球，还可以再延缓一下击倒时间。是的。一个2分近乎10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场上密码机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近乎3台多了。不过就是可能还是会被东玄给管控到一些密码机，所以整体的进度会相对来讲会推掉一些啊。对。气象这台是稍微少一些的，是那台65的进度的密码机。对，他现在有点要被逼了，所以说要释放一下道具。
这边的话，可能还是无心把密码机充电之后再过来救援。对对对，现在这个淘汰进度也是比较充裕的。这边的话，可能得交互万提前赶路了，因为这个淘汰进度比较极限了。主动吃到主球，吃一刀稳定救下。利用化险为的时间，赶紧带走人皇桥的这台密码机。看一下，还是想尽量的围绕这边的一个连击打，因为即使球生那边破开了，但这边还是一个3台机。对，提前把击球点留在这台密码机附近，然后等第一个控场领域结束之后，然后再连第二个。还是有在观察那台密码机。对。这话其实让心里可以跟佣兵调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他们直接让气象学家过来救援了。这边打一个主球，不过无心那边也是提前防范到了嘛。对。就看这波救援没有主球的话，救援压力不会很大。是的。不过这里是没有这个化险为夷的，所以说其实可能火灾会很快的进入到一个淘汰的节奏。这边是想走一个反向走位去蹭这个双弹射。他是想让空调先把监管吹开，然后我去蹭这个窗台，但是很可惜是先吃了刀，然后再交的道具。对，这波配合可能会有点小瑕疵。那这样的话，不过佣兵也是把桥上那台密码机给亮掉了，所以说现在剩的这3台密码机对于东玄来讲，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可以看到台球在应对这种残局的时候，这个拉扯能力真的是很强啊。是，刚刚还在终点站呢。对，谈笑风生间就赶到了起点站。是的。而且现在场上其实半状态的人比较多，他们还是很容易被续到一个2手节奏。因为东玄他的一个闪现已经是好了的状态。对，这边也是很细节，在密码机正中间留了一个击球点，方便释放主球。这样子你在出击的时候给到的压迫性就会更多，绝对不能被这个主球给吸过来了。是的。看一下这里能不能赶紧找到人，因为球生这边也知道你是在打一个来回的拉扯嘛，所以说他们都刚刚离密码机还是比较远的。看到脚印了，是想来一波反绕，不过无心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嘛，直接洞察到了。是的。起点站那边又回退掉了一些的一个进度，到了50多。这边有闪现。想省一下，还是交闪了。那空调那边摸到了一个镇静剂，还是可以自己补充好自己的状态的。对的，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因为镇静剂的治疗时间会更久一点。如果说我心理增加移情，首先时间短，其次我可以解锁我自己的一个主观锚定。是的，这样可以先让空调救一波，之后再考虑用不用使用自己的一个镇静剂嘛。对。我对于东玄来讲也是尽量把它往离起点站那边近点的一个椅子去挂一下。那边密码机的话也是马上就要压好了，都是携带弧光返照，所以说这波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对，其实就算给到震慑的话，人也是能够救下来。一个主球也是及时躲开了。直接回光返照，等一下主球的时间，这个主球持续时间还在。是的，所以没法亮啊。那这样的话，这波真的很细节呀，利用主球的一个持续时间，让你没有办法不敢亮啊。你敢亮的话，你这个密码就亮不了了。对，所以被迫的话，这边只能考虑说是再多来救援一次。对，再救援一次，还要通过移情再救援一次了。是的。这波的话不会有风险了，因为这个击球点的这个持续时间已经结束了。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让东玄把其他2位球生压的离起点站门比较远了。对的。看了一眼佣兵的一个位置。对，先去追击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偏向于保平了。如果说要追这边的终点的空调，留一个击球点。他只是想先管一下这个门。再找无心。对，看一下能不能。还是想了一下，说这无心这不太好追，他满状态有护腕，然后这边万一再有个地窖什么的，还是说我把我手里的这个气象学家握住，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毕竟你现在闪现是好不了的一个状态啊。飞轮规避刀，还是进入到一个倒地淘汰，但是已经突出了佣兵那边去起点站的一个时间了。是的，这边的话是第2局的上半场2边战平，其实对于强者方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的。中间也可以，就是第2回合的话，打一个平局的话，算是一个均势吧。对，主要还是这把双方都没有给到太多的被追的情况下，你这个2阶会开得很快。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守门人牵制喧嚣真的没什么太多办法，你本身选的点可能就比较空旷，那你整体的像脸上就是古董伤，是可以进行追击的。对，就看这把的开局节奏起得快不快。
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直接找一下少天的古董商。是的，也是看一下薛少天的他的一个牵制，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其实你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操作空间嘛。下标记的话已经上到2个，并且这个身位给的很快呀。对，而且最后一个是焰火，只要烫到回身博弈还躲掉了这一个棍子。是的，并且好像看到场上只有2台密码机，是有一位队友去点了站台的样子。但是这个身位已经不太好去坐车了，对。只差一颗粘土的惊吓标记了。那你躲了粘土的话呢，你的位置就会一个点刺下来。对，是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受，主要还是第一波双人惊喜全都命中了吧？对，最后一个就是焰火，你一定要提前预判，不然只要这个转盘到你脸上不出刀，你也使不出来自己的道具了。是的，而且因为你前期点站台的缘故，你看场上密码机加起来就1台多一些。他不点的话就是3个半台，3个半台还能对，还能多半台，劣势会稍微少一点。对，因为其实从吃刀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他不太可能上车，然后后面也不太可能。直接交出移形，因为通缉到了守门人，确定你外侧密码机也在抖，知道这边鬼屋有人在修。反正这个人你已经不可能卡半了。而且鬼屋这个点我去处理的话，其实离起点的人也比较近。对的，2段双横惊喜拉回来，绕行谢幕。对，但是3岁这边还是牵制了非常长的时间的。但这里对于年姐来讲，我已经开启2阶了，我再赶回去。哦，你这个人还快速赶路。是的，但是那边一波无伤救援的话，也算是能接受嘛。但也有一点不能接受，是古董商他已经就是要淘汰了。不能接受，就是古董商他这里一定要牵制起来，因为整体的密码机实在差的太多了。这里又是一个远程的一个标记，上到了2颗，这里费了劲，想回避惊吓标记。一个回身止戈，算是能强行拖出一些时间。是的，手上也没有道具了，就尽量再消耗一下空中飞人的一个数量吧。对，主要是这一波救援打掉了斗牛士他那个状态，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去补。密码机也没有破译的特别快。对，而且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已经到达2阶段的一个喧嚣，他的追击能力会得到一个急速的一个提升啊！而且他通缉到了玉林的斗牛士，非常清楚守墓人以及斗牛他的一个位置啊。那我直接利用一个空中跟人飞着人就赶到了斗牛脸上。对的，直接2段双横惊喜，只差1颗粘土标记了。是的。好在说刚才消耗掉了空中飞人，所以说给玉林这边提供了一些牵制空间嘛。而且他手里的一个道具也是好了的。哦，一个回身的莫莱塔记忆成功规避了这波空中飞人。是的，我前面的话双双惊喜要好了，还是准了。对，被打掉了一个状态啊。哎，这边是稍微被拉进了一些身位，看这波博弈，一个莫莱塔记忆再次想转进下一片板区。对。这里身位贴的已经很近了，还是一个粘土这里的一个干冰没有上到，对，这边还有一个斩布招引，让你是必须去踩一下这块板。可以看到玉林的这个斗牛士识别度真的很高。对，而且他对于喧嚣这样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位置还是预判的非常精准的。对的，这边是被击倒了，但是虽然说你牵制时间很足，但因为密码机差的太多了，还是因为前期的密码机不太够。而且他们第2个化险为是在斗牛身上的，所以说接下来谁来救，可能这个人都拉不开太多的身位，我就要马上倒地了。对你没有化险为的话，你首先椅子下面这个人他可能活不了，其次你自己也有很容易双倒，而且就2个人倒在一起。那也是看一下3岁他的一个救援，因为现在密码机差的太多了，对于年检来讲，守门那台就让你亮掉了。对的，交出一个钩爪，给一个无伤救，拿一下冰幻的状态。对。但这边打断了这边莫莱塔记忆的一个位移。还是有一个快速接到，而且你半状态的冰幻是不可能来救这个人了，只能换位让守墓来。但这样一来一去，密码机一直是一个停止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能来一个心理学家就好了，可以给这边冰幻一清。但没有的话，只能说是换位过来救援。但是你换位，首先你换位一个满状态守墓人，你就算有铲子，你都不一定能救下来。对他被拦截的位置太远了，这个铲子很有可能前期就已经给你逼出来了。那你这里会进入到一个半状态，然后身上还多了一颗标记啊。能救下来，看这波。不过这个斗牛士已经是一个马上要淘汰的状态了，对他实在没法牵制了。对，而且这边年景他是有底牌的。另外一台密码机进度实在是太少了，才29啊。对于直接传送球传想拉扯的空间也非常小了。是的。空中飞人赶路过来，只差1颗红色的惊吓标记了。是的。
手上还有最后一个钩爪。年姐这边也是等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 CD。对的，空中飞人过来直接完成了击倒。那就看夜花这边怎么去博弈这个地窖。年锦这边肯定不会挂，他不挂的话就的3岁往那边牵一下。是的，就牵的离密码机很远啊，让你就算起来以后也第一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对的，哎，想了想还是，因为主要守门人他是个半状态，而且刚刚也知道你大概的一个位置了。而且你空中飞人和双方惊喜搭配之后是可以锁定到强者的位置的嘛？对对，现在其实就算是个满状态，守墓都不太好走啊，毕竟病患他是一个1挂。对，已经洞察到了。这个铲子就会比较快的被打出来。是的，而且这个铲子的进度它不是满铲，对，是个1半的一个进度。而且对于年姐来讲，他知道地窖的一个位置嘛，我只要把你往桥的另一侧去逼迫的话呢，你离地窖是越来越远的。是的，只差一颗干冰标记，下标记了，空中飞人过来完成击倒。那是完成了一个4抓。这把的话，还是因为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对，因为本身球商那边你不仅要吃刀，还要吃到碎石的伤害，而且你纯粹的跟杂货商拉点，以你的一个弹射来讲，根本拉不开我的一个藤蔓追击范围，这十字形。是看他会怎么进行选择，是去左转找下废墟破译更快。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好像直接就奔着少天的球去了。对，因为本身的话，确实他在破译上也会给到更多的一个辅助嘛。但是这边想摇摆，可能是想偷袭一下。就是我讲的，只要他往医院方向走，所有人都得跑。对对对，停了，他们都不敢修，因为你经过医院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我可能会被追。是的，这个阵容虽然说理论上线破译速度很快，但是得跑图啊。主要是不太好溜，所以说前期很害怕。但反正我觉得，如果说与其他早晚会找到你，不如我开局就修了呢。对的，这边转到前方踢墙的方位，这个藤蔓能命中吗？是拉到了椅子上，不过身位的话也是贴近了，主要是3岁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比较偏空旷的。对的，进到前方的交付区，一个碎石没有躲掉了，然后自己再蹭一个板弹。这边开个门之后去释放藤蔓。这波3岁的牵制真的是非常出色。哇，你想他是从踢墙无伤转过来的，对，然后这边去强行吃一个碎石，避免说给到实体刀嘛。对，主要还是重点，我要给你拉开身位的。这边再开一个门，达到有一行，直接加点。是的，还是完成了击倒。这就是白板角色。你看前期虽然拉点真的很出色，思路也很顶尖，但是呢，你被近身博弈到了之后，还是很难牵制。主要是白板他没有机会去跟你博弈碎石这样的一些技能。对，这个是比较难受的。这样整体的密码机加起来是两台多一点点。是的，逃脱术的话可以稍微转换一下狂欢之旅的位置。但是把它换到这儿，应该是考虑到也不怕去封锁密码机了，因为本来就是囚徒联电的一台嘛，远程是可以传输的。这边是想让玉林的木偶师先进行依次救援，碎石躲开，躲掉了，但是成功吸了一个地表。还是相当于吃了一刀救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对的。但主要是因为律师这个角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2次牵制的机会。这边交出藤蔓的话，能否捆到呢？又是通过自己的一个走位躲开了。是的。这波好像是有机会能拖出化解围之外的时间，并且因为有一个连线的原因，所以遗产机也不复存在了嘛。对。就你封锁也不是，你不封锁的话，反正我也不用队友来补啊，我可以远程就传开。那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剩的真的是，就理论上来是够的。对，逃脱术再拖一下时间，并且的话，救完人速度很快。是救完人，看能不能再陪跑一下，因为虽然说大家都没有红黄返照，但毕竟律师他是一个挂飞嘛。是的，但是这边好像是新起了一台，所以说还是会有点极限。对，就是最后一台摸上的时间太久了，对，太慢了。而且律师这边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对的。这里先用迷烟炉去拖一下这个救援的时间啊。对，身位卡得很好。对。迷烟炉消失，洞察到了位置，碎石躲开，把双重误导的护盾打掉。这里这个淘汰进度其实是有点极限了，他可能想打一个救不下来。2波地表，这个人哇，这就下来了！下来，天哪！这救人是一个心理博弈的活呀，看我就紧张死了。
但是密码机，因为你在接到最后一台电机的时候实在是太久了，对，所以那台60多都差一些。不过我觉得这个救援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以不够的情况下，你如果没救下来，那就会崩掉。对，而且你这边桃花大师他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如果被续上节奏了，那真的后果很难去设想。是的，如果人没救下来，我马上把桃花大师秒了，那这把就要冲着多扎去了。那这样看一下，囚徒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想骗一下年底这边切传送。直接通电，那边小门是第一时间在贴的。因为年检他也带了一个幽闭恐惧嘛，所以说球商这边他的那个门不会点的特别快，因为本身飞轮能规避掉吗？哇，眼花缭乱，还是规避掉了。就感觉他绕回来了一圈。对，这边想打断一个蝇头小利的开门，不过也算是没有打断。这波就没办法了，因为刚刚飞轮交过了嘛，然后是看出来他比较想冲着地窖的一个位置去的。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趋向一个保平了。年仅在第3回合上半场选出打过伤的话，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就是以保平为主。对，包括说你看他天赋带的嘛，最后也是有带幽闭，就想到我肯定会给你打一个3人或者4人的开门战了。完成了一个保平，那到第3回合下来，可能也不是特别克制到这个阵容。因为拉拉队员他是有花球加速，他不害怕使团。其次斗牛士的话，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莫拉塔记忆去有机会规避到这个猫嘛。所以说就看能不能保平了。小木屋的一个方向，脸上就是小门地窖的教授。这个点位的话，教授是可。好，看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直接放猫赶路去找一下小门地窖点的小白教授。不过他也如我们所说，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去往医院方向转的。不过他还是先在这边稍微等了一会儿。是的，第2时间再进医院的话，可以给队友提供一个拉点的空间。是的，主要还是你一开始想追我的时候，猫已经用掉了嘛，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拉点。而且进到医院之后，这个牵制的空间就更大了。对。因为使徒还是比较讨厌这样的一些高低差地形。想来一波反绕，那这波能洞察到吗？好像是意识到了东玄想从2楼进行一个反绕的。这个猫的话就没有办法咬到啊，因为这个高低差，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使徒前期还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一些高低差的。是的，而且身上的鳞片还在嘛。对。如果猫没有咬中的话，是无法拿到这个存在感的。想去换一下斗牛士的一个节奏，因为斗牛士现在位置真的是比较差啊，直接给你沉默。这样子的话，第1刀是有的。后面移形就不太好牵制了。这个移形要不要直接交出来给压迫性？但是这刀的话没有打到啊，那其实最后还是要靠这样的一个猫跳了。看这个猫步提前交出莫莱塔记忆，拉一波点位。这边是不要看到这个幕布。这里有点没办法，不过对于空调来讲，虽然说你废掉了高猫，但是身位拉的比较差，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倒地了。这个牵制时间还算可以，1分30多秒的一个击倒时长，密码加起来的话2还多一些。对，那主要是他倒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难有一个2次牵制的机会了。对，而且救援难度也会非常的大。是的，这边是打算让小白的教授过来救援，但是好像东玄看到了。主要是这个位置还是你想贴过来还是太明显了。对。这边的话，提前拿到1刀，但猫有一个指引，并且还是有猫步的，对，有机会拦截住吗？成功拦截住了，那这样子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没错啊，这个我觉得完全在球生的意料之外，因为其他2位的位置还是非常远的。对，对于教授来说，他是没有位移的嘛，他想救这个 T 字墙的球生实在太困难了。他一定要赌一波鳞片是有弹道监管的。对的。那另外一个人没有过来的话。死铁这边最好压满，直接拉球。这边是踩晕，但是虽然晕2段，但只要是2段都已经用过了的话，还是能把人给救下来。对的，再补上一个橄榄球辅助这边的空调转进医院，自身用飞轮规避一下普通攻击。这里还是用猫咬会比较稳健一点啊。是的，虽然说你的鳞片能抵挡到我的控制嘛，但是我的普通攻击抵挡不了。你没办法，又挡我的控制，又挡我的伤害。对。我觉得这边前锋也不太敢过来撞的，这再撞就有点出问题了，因为大家的状态都很差。我觉得东玄也是调整的非常及时，我没有那么上头的要去管刚刚挂过的人啊。这波不新交出花球。但是2段猫跳还是太灵活了，对，这个人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好救。但是他这样的一个
翻窗博弈啊，对，是一个无伤救，还是救的非常出色。他不仅打救人位救援经验这么丰富，就是你别管他打啥，这个救人我是没问题的。完全是他的舒适区。是的，是的。最主要还是他太熟悉监管这边到底要怎么样去打出手椅机会了。那这样来回的一个拉扯，这个无伤救还是非常关键的。太关键了。对，因为他还没有携带回光返照，也避免了一个被伏笔的一个机会嘛。这一来一回下来，反而是求生者方的节奏给稍微稳定。对，我觉得前锋这边也是被提前看到了。这个人可能不太好救啊！这个猫是能跳过去了，我觉得现在赶紧走吧。对，但是走也没地方去了，就有点被架在这儿了。那他要倒了。那这样子节奏的话，那边能哦，吴昕又来了吗？吴昕，哇，又是你，吴昕！我的天，就像救世主一样，对，就像一个天使。对。这边给到了一刀，不过教授也是成功拉点了。对你这里可能要真的交一个移形过去，才能够做到一个击倒。放猫咬中的话，应该就比较难去进行牵制。有一个鳞片可以抵掉控制的，所以可以木压一个猫步。哦，但鳞片的持续时间还是很长。嗯，是的。哇，就又是吴昕这个救援，至少让前锋那边相当于他没倒地，对吧？对。因为不然的话，刚刚小白淘汰之后会马上挂上这个前锋的。这边完成击倒的话。密码机差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拉拉队员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再加上斗牛士他也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所以说东玄这边还是有机会。而且其实斗牛他是个挂飞的状态啊，他前面是被压满救的。这里找到了吴昕，而且他手里的花球是对刚刚救援都交过了。再蹭一个板区弹射，拖这边1次强的密码机开掉。但前锋那台修的是40的，他们有一个76的密码机，应该是短时间补不上。是的，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我把这个人压着，密码机开掉，1次强开掉之后，我卡着他拖跑一个了。对。哎，但是这边也是知道我挂地下室，你就一定会卖掉的。是的，所以我挂外面，我主动出击，那排密码机不够，如果能提前把你打倒的话，你本身就。没有这个回光返照啊！他记忆无伤救援，哇，斗牛士也算是打出他的上限了。是的，那只要把这个化险为一套上的话，应该时间就差不多了。对，那边密码机已经来到了84%，回身博弈躲一刀该板。那密码机求生也不管了，我就贴门了。对，亮了我就点门。而且主要吴昕他也不是个倒地状态啊，就是刚刚在化险为期间内你没有给他打成红圈。是的啊，所以说。反而是让他把花球给续出来了，是可以溜的。我觉得医院卡这个人也是非常聪明。想这边交移形的话呢，可能就保平了。对。而且移形一交，医院这个人卡都不卡了。对，直接往小门冲。是的。刚才可能还大门说稍微给点犹豫一下判断吧。是的，是的，就是本来是想送给你了，对吧？你挂上拉拉队员我也不走，我就在脸上给你这个耳鸣。对，那得赶紧回去挂一下拉拉队员，因为雕像那边就是地窖。因为倒地的时间还是比较近的。哦呦，恐惧震慑！如果说这个窗户真被翻到，可能还真有机会博弈走这个雕像地窖。我觉得东玄他也防了一下，因为他是先放猫再过来想去看能不能捡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皮亚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对，有目标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害怕古董商的一个 OB 以及木偶师的一个路易来拖时间嘛。但关键的点就在于求生者方这里是有一个幻灯师，有点危险了。对，他有点铁了心的就要追大门这附近的人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你选中场把大船密码机一封，然后求生者的节奏可能就会变，是直接冲着大门的方向啊，想要去追一下帅帅的大副。主要他这个班位的话，确实冲着大副去会比较好一些。是，再看一下第一只猫。直接咬中，那现在情况就有点危险了。看大副能不能通过走位去把这只猫给化解掉。哎呦，还行。的话，还好是博弈了一个砸板，成功拼掉。那他可以考虑去交出这块怀表了。虽然说猫的CD 是在CD 中，但是还是得注意第一段表的释放时间。你不能等它好了再摇，等它好了再摇的话，你会有可能在隐身期间去吃到那只猫。是的，所以这边的话，武器是选择先往后撤去躲一下。没错。然后还卡了一个狩猎本能，这一段3段表虽然摇出来，但是已经被晕到了。接下来转进双11，可能要被架在这个位置了，因为下一块表的时间
会比使徒的下一只猫的 CD 要久。加上现在的话，其实你往前跟一下就已经会有一个闪现的说法。没错，那这边应该是可以省下来这波闪现的。下一波猫步，看一下在窗区的一个博弈，能拖掉吗？还是拖不掉？57使徒安的熟练度非常之高。不过密码机的话倒是也还能接受，现在的话将近3台。是。其实是前期的第一只猫吧，被成功化解掉了。那么你在整体的追击时间上面，你就得多一段真空期。加上那一波其实本身是一个短板区域，其实感觉拿刀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追掉了大副以后呢，求生者这边也会少掉一个化解位移嘛，必须要让木偶师从大船上千里迢迢的过来救援。这样的话也给到了57更多的手椅空间，就看他这一波能不能判断到木偶师的一个走向了。3叶已经到达了中场的位置，但这边小天其实也从小木屋贴过来了。这里有可能会过半啊。感觉他们应该就没有想去卡到半吧？是的，因为你如果说放猫的话，其实你这个淘汰进度条已经是卡不到半了。没错，主要还是大船上下来确实有点远，这就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对角线了。你整个地图的对角线派一个没有位移道具的求生者过来救援的话，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你这一波相当于是2个人都没在修密码机。没错，就你大副的这个淘汰进度条就有点浪费。能否达到针对普通攻击呢？一个扫视点刺再加抡式，但是因为身边的求生者很多啊，触发了长灼的效果，止戈的时间持续并不久。但是57这一边还是在指引了一下，把猫给拉回来。但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比较勉强的能够去拖出来这个化解位移的时间。没错。但是后面的话应该是不好牵制了。对于57来讲，手上的闪现还在啊，他是有机会能够续下一波节奏的。对这个地方的话，倒的离狂欢之也会稍微有点近。画上以后看一下中场的密码机开不了92，角落的密码机。这里双11的密码机还在抖动，所以57也是直接跳了过来，一个路易想顶掉第一只猫的一个眩晕，再指引过来，那还得被迫再交一段路易了。这里57处理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就在双11，所以他也不敢走太远，还是得考虑说回来守一下。而且你技能那边是刚交嘛，所以你肯定是得围绕这个密码机去打的，不然你可能会有一个开门战没有技能的机会。对，必须要拖到自己的下一个传送好，才能够大胆的出击。求生者呢也是在大船底下破译了一台新的密码机。使徒安指引了一手，小天一个飞轮顶掉，手上还有机关枪的一个点刺拉开身位。但现在的话，其实双11那台是已经在补了。是。感觉57这边可能还是得去管一下。他不知道，因为那边是给到了一个定格，所以密码机现在是没有在抖动的，也是这一波成功的骗到了57，让他以为双11并没有人在破译，但其实马上要压好了。这里又是给到了队友一个定格，然后下一波晕眩的话，小天的一个身位看一下，是拉到了大船底下。这边求生者也是选择直接通电，刚好57的猫也在 CD。一个空中的猫，那现在的话，传送其实还有10来秒。是的，又是给到一个定格，多拖一会儿，但是时间到了也只能倒地了。但对于他来讲，传送马上就好了，这一波挂上57可能还得去排一下中场附近卡着的那位求生者。这样的话，其实小门是已经在点了。但在中间的话是卡着一个3叶，是的。如果说你直接选择传送过去的话，那边3叶还是得回来去卡一下小天。没错，这猫是直接咬到了，快速的处理掉了大柠檬。但这波其实处理的会有点快，对的，因为你当时挂人的时候是挂在了靠近海边，你海边救完之后，2个人不管是去门。大门还是小门，还是过来卡人，其实都很远。对的，这一把对57来讲是很有机会去完成多抓的，毕竟木偶师救援代表什么呢？代表了大门完全没人点。这一波57只要能够去排到中间的人，那么他是很有机会的。但是他没有排到中间的木偶师啊，是再次被3叶给绕了过去。那这样的话，3叶
是有机会可以到小门方向去把人给救援下来，而且武器也没有传送了，那么这把大概率要走向一个平局。是，其实感觉这一波对于武器来说，可能是去管小门那狂欢之野会好一点。是，因为那波如果说你管门，你的下线也是一个平局。对，其实他主要还是2波都没有去选择拦中场卡着的那个救援角色吧，会导致自己整体来讲没有办法去完成多抓了。这里再把古董商挂上，也可以看到求生者那边2位都在小门了，应该是可以点开直接出门，没有问题。那最终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是这把平局，其实感觉对于但台球手有个问题，就是打这个地图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控场。对。 毕竟你可能还是得携带手张狂加挽留，但是在湖景村的话，经常会看到剩余最后一台密码机的时候，监管者来回去控场，选在了小船旁边。是，可能弓箭手算是台球手会稍微好处理一点的角色了。飞行家的话，其实有喷气背包以及悬停的存在嘛，在这张地图上，台球手看一下安心的选择是往船下直接走。 因为他过来去赶一下小果冻这边，对，因为可能也是不太想让你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修机的节奏。是的，这边可以看到大船的密码机是被封了嘛，所以安心主要还是往船下以及海边的方向这一段来找一下有没有求生者。这也是看到了皮皮章的一个位置，可以尝试着追击一下。那前面这个点的话能进板，哦，一个蓄力刀。 这一招就是专打那种不回头看的，很明显皮皮章这里是回头了，让你蓄力刀，直接翻。虽然没有膝跳反射，但是因为有状态，还是可以选择去释放一波路易，失去直接顶刀，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转进下一个板。那我们可以看到安心马上要解锁张皇，开启自己的主球了。是。哦，顺路封了一下中场的密码机。那前面这个点的话，得看一下这波闪现了。是。 但其实对木偶师来说没那么害怕主球的，就是我看到你主球，大不了先交个路易，然后去吃了它嘛，看一下位置如何。但皮皮章选择是往外走，这个路易的持续时间足够转进下一个板吗？感觉得再交一次啊。可能还是得变一波路易。是的，得再交一次，这样的话方便能转进小木屋。但是小木屋是队友的遗产，他也不想靠，继续往外面的板区走。哦呦，一个闪现直接打倒。那这个击倒的时间来看，外面的3个队友都是在7成左右的密码机。 整体节奏，毕竟湖景村嘛，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但是有2台，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回退一波。然后他这把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木偶师，所以牵制起来可能也没有特别舒服。对，中场这一台是回退的，然后小木屋刚才走过去也是顺带的去封锁了一下。但是因为飞行家这把它是一个膝跳反射，并没有去携带手化险为夷。没错。 看一下，要不要他先来救一波吧？感觉谁救都一样，因为毕竟木偶师下以后是可以交一波路易的，有机会能够拖到化险为夷的持续时间外。就看这个位置，主球还在，没有选择释放，而是直接出了一个普通攻击，弓箭手也提前到达。好玩是过来帮忙，是的，补了一下。先来一个后撤避弩，那这个位置先交个路易，那你。 必须要停在原地等这个撕裂值，桃丸要再补一下了。这龙骨弓还在扭，主球能命中吗？成功吸到。那这一波倒地其实也能接受，因为其实拖了很久了，桃丸还可以继续 OB 的。但这一波这个点位可能不太好 OB， 得爬一下才行。是，毕竟你是刚交过主球的，那你在主球好之前呢，你是不可能把人给挂上的。桃丸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啊，在利用这个小短板。 再跟安心进行一个拉扯，怎么说？能不能否命中？空了，没有命中到。对，那这一波空的话还是有点难受了。他本应该这一波射下来，然后再去逼你一个打倒有路易的一个情况下，多拖很久的。但这样的话，只能说压满，让守护人过来去开一个化险为夷。没错。要看一下这波救援，想尝试打一个震慑，但是也没有成功。 安心手上是有主球的，这一波主球一放，皮皮章要被迫交出路易，这个路易，然后倒到最角落的位置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不会干扰到队友了。哦，等主球回去以后再翻，卡了最后1秒的路易时间，安心没有计算好时间。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能再拖一会儿。你这一波没有主球了，你不一定好
成功击倒了，而且能够稍微去玩一下板子。是的，这里用个惯性加冲但动还是不够，不是很好拿，蓄力命中啊。没错，这一波队友是没来啊，感觉如果队友来的话，是有机会能够保到密码机构的。他们也没想到拐过来，他是有一个草堆，所以其实他那个刀气是不太好去拿到刀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没想到这一波皮皮章在第3次牵制能够成功牵制起来。其实密码机的话，现在就差30左右。对，勇者那边选择在大船上2位求生去破译同一台密码机，这样的话也给到了2个比较远的距离，让安信没法2头兼顾。毕竟还有一台遗产是在双11方向，安信现在看到密码机没有抖动，那就想着往大门的方向排。不过这一波击球点攒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大船上他不想上，他还是想针对双11这里的弓箭手。大密码机的话，马上就要压好，所以他们是安排求生者先跳下来，然后去贴大门。是的，不过大门那边其实安心也提前布了一个击球点嘛，看一下这里想骗一下陶宛安的道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开了，毕竟陶宛安也是没有携带手回光返照。是的，地窖的位置在双11啊，那这样的话感觉是一个偏平局的局面了，这有闪现的，哎，主球是直接吸到了，但是一个飞轮在捕后车壁弩，但可惜是卡到了一个障碍物上。其实感觉这波应对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是往外举的嘛，它如果是原地落下来的话，那你的飞轮或者说道具是没有机会交出来的。它往外举的话，会给到求生者那边有一瞬间的时间去反应出来，教你的道具稍微强势一点。对。这把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咒术的 OB， 因为别的几个角色可能在牵制上面单溜是比较难的，你得有个咒术师去帮才行。但是成都狼队的话，看一下他们的磨合怎么样。走远了。那双方选点是中场守门人、大防拉队员、小门方向的咒术以及集装箱方向的飞行家。我想的话是选在了大门方向，离得比较近的是飞行家。这次选择冲着中场走。前面是帅帅的守墓人，这里感觉这里有点想找守墓人的感觉。板下了得赶紧下铲了。但如果说你下铲的话，都逼掉一个铲子的话，可以先去外面去找一下。对，念念绕了一大圈，选择来处理这个咒术。这样的话，咒术倒地以后，他就不用担心有人来 OB 了。长按窥视者给到自己一个高空视野，顺便看到了大柠檬的脚印，这里有没有机会？先招一个猿猴咒像。没错，这块板子得用八字龙走过去了，走过来了，但是大柠檬防了这一波，而且身位上面的话有点不太够。没错，这里的一个平地普通攻击并没有命中，比较可惜。但是大柠檬其实刚才猿猴咒像没好，所以也没有机会啊。再补一个窥视者，手上的愿力值不是特别多啊，只够再释放一个围龙了。这一波大柠檬有没有机会？哎呦，在窥视者的一个减交互情况下，还是成功翻了过去。哎，这里还是能够进行博弈，还博到了一个板区博弈，成功砸头。大柠檬这一波牵制是非常成功的。捏捏的愿力值有点跟不上了。这里选择直接交3层的猿猴咒像，然后拆掉围龙，那捏捏彻底没有愿力了。大密码机的话已经是比较多的状态了。没错，这里必须要攒出40点啊，因为如果说你再拿正常的平地普通攻击的话，这里还有个飞轮博弈的机会，飞轮过去再下板。是的，而且下一层猿猴咒像好像快展出来了，这里能翻吗？还是很极限的打到了一个震慑。但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是3台多了，因为你把一个跑图时间去修第2台的人都已经补上了。没错。而且这把其实化险为夷会比较多，是的。他追击的是场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化险为夷的人。没错。那外面还有3个化险为夷。是的。这样的话，拉队员救援完，守墓人那一台遗产可以放着给拉队员进行破译，然后2个人换位。密码机其实理论上来讲是够的，只要这里不要被逼得过早救援。哎，又钻回去了。这3叶走位非常的秀，再钻回来，而且浪费了捏捏很多的愿力值啊！捏捏这里想打震慑，其实就算震慑了，求生者这里也是可以把人给救下来的。甚至说最后是只掉了1/4的状态，因为他当时手椅的时候交掉了太多的愿力，这一刀的话拉队员还帮扛了。是的，打到拉队员身上。那其实对于咒术师来说，现在手上有2层，以后咒像还是有机会
再去牵制的。嗯，捏捏甚至有一瞬间是没排对方向啊。现在等一下愿力值，这一波大柠檬成功骗到了跛脚羊，翻过来再钻。虽然说前面没有路了，但这个围龙它的处理非常好。是的，那是一个单向龙掉了。没错。 前面还是有一个短够，板，我还要担心被店家砸的一个套路。大柠檬现在是半状态，所以他是可以平地去吃你的这个普通攻击的。但这里还是没能到命中。是，再交掉一层圆红咒像。但其实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最后一把金马上都要压好了，就差20。捏捏这里甚至还要再等下一个围龙啊！那你等到下一个围龙好了，其实密码机已经有机会能够压好的。要交吗？交了，那这一波插刀结束，要再救一波，毕竟咒术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那对于捏来讲呢，他也是疯狂的去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愿力值。穷者现在就在开始布置一下这个开门战的布局了。主要他们其实这把还是能够有人提前去贴门的。嗯。 那对于成都狼队来讲，现在这个局势节奏很好啊，因为咒术师下一波从以上下来，只要不被打到针对，手上交出飞轮，然后利用猿猴咒像，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牵制起来。是的，就算被打到针对了，那其实对化险为夷啊。对熊仔来说有20秒的化险为夷，他们也有比较大的机会能够完成3跑。这里帅帅在拖。 疯狂的摸椅子上的队友，哎，成功掏了下来。哦，这波是打到了帅帅。是的，那现在穷者选择直接通电，你也想尝试追帅帅，帅在这里直接下铲了，提前下铲。你这一波打出来的话，大柠檬那边可要跑远了。哎呦！而且这里的话，直接再下一个铲。拉队员的神力呀！这一波振奋给到帅帅连交2个铲子，捏捏一点办法没有。 现在就算把守门人给击倒了，但其实大门那边已经开掉了。是的，而且其实他拖的这个时间已经是让大柠檬那边绕大房都已经绕过去了。没错。你加上守门人那边还是一个1挂的状态，你点开了门之后可以有人出来卡。嗯，现在应该是拉队员卡在中场，然后保证咒术师能够去到大门以后再说。直接切了一波移形。哎，看到右边脚印了。OK， 拉队员的话其实是觉得他会这么绕过来，就咒术的一个落点，他是预判到了。是的。 那这一波的话，穷者那边要不要再派一个人过去呢？果然是已经派了小天进行救援。那这小天救下来以后，也还有化险为夷。没错，关键在于守门人手上没道具的，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成功拦截一个吧。这个围龙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小天来说还有操作空间。喷气背包，第2段喷到了脸上，这一波视角调整的不是特别好。 不过其实那边小门也被偷了一些了。嗯，小门感觉要开了。要下来之后是选择了直接点小门。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是给到一些机会。嗯。你想想，化险为夷时间20秒，点门时间18秒啊！那边掏下来以后，你没关守门人，他是直接冲着门口去的。是的，其实也是有一定可以去保平的。椅子上有人的话，这把保平还是挺有机会的。 因为先知这边是很有可能不去携带一手回光返照的，但整体的这把安心的杂货商是选在了大门方向。没错，这样的话离自己最想追的人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啊。这点是先往小木屋的方向靠，然后顺便看一下小果冻的玩具商那边会不会布置踏板。 如果提前布置的话，他也是可以找机会直接绕过去，先给他踩了，逼走小果冻，让他浪费点跑图时间。但这个点的话，其实小果冻那边已经是准备好去布置了。先看一下你的追击目标，如果说你没有开局先过去的话，感觉就可以铺排一下了。嗯。在外围看一下藤万有没有机会再拐回去呢？拐了很久。藤万其实拐的并没有特别的舒服。是的，波开门被点吃打断了，但是刚才在转世没有办法使用道具，所以皮皮张是原地转了2下。刚好安心也是选择把踏板给踩了，那这一波皮皮张也是因为你踩踏板，它可以用转世再拉走。是的，不过这样的话，其实感觉开局并没有说配合的特别舒服。是的，因为那个点你如果说能够踩到那个跳板的话，它是一个无伤转进大房的机会。没错。那这样的话，先知一两局再看了。是。 很稳的一个配合啊，再把自己的反弹射给用上。现在
转进下一个区域，下一波藤蔓就得需要皮皮章自己利用飞轮来卡掉了。移形交出来，但前面的话感觉不太好去拿刀啊。没错，再翻板这边身距还是比较差的。安心重金之托的一个攻击距离并不太够，最后一个机关消。但前面的话，因为你板子没清，所以这里还是得先去开个门。没错，飞轮。没有选择交出来，那要吃一个碎石加普通攻击的组合了。但密码机其实已经挺多的了。是的，我现在就算吃你一个碎石加平 A， 其实我还有容错，我还有个飞轮。而且外面还有2个化险为夷啊！这把皮皮章就算现在上移，其实密码机也有机会够。安心再次释放一个藤蔓，这一波是选择用飞轮顶掉了。是的，这的话一个过板刀直接击倒了皮皮章。但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是3台了，而且外面其实也还有2个化险为夷。第一波可以选择让近点的小果冻先过来，因为他刚刚是选择破译大防的密码机。没错，小果冻卡的位置，安心并没有发现啊。小果冻已经偷偷的绕到了离椅子比较近的一个距离了，这里打算用一个踏板过去救援。我再开伞贴近。直接滑翔，这里是没有考虑提前去控制一下啊，所以手上也没有碎石的存货，只能去用普通攻击。手椅上面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对。因为你前期节奏都那么不好了，我感觉还是得去拼一下手椅的机会的。没错，而且这里玩具商来救援也是顺便给到了皮皮章一个道具回身，哎呦，被一个岩石伤害结算到了，直接震倒。那第4台、第5台密码机都已经有50%以上了。这波只要说你大副那边过来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是的，其实密码机就要够了。没错，这一波通缉到了先知。看一下安心，感觉得提前准备一下了，看一下开门战能不能去嗅到这个先知的位置。哎呦，一刀直接打了出来，进入失乐园状态，但是没有关系，还是能救，而且化险为夷能开出来。是的，这波缠到的是回忆，直接开个门过去，想帮忙卡位也没能成功。现在求者知道皮皮章手上是没有回摇反照的，这一波护腕弹了，那应该要直接通电了。是。直接进入大房，皮皮章看一下，选择继续绕这个门。那我现在其实只要倒的离狂欢之椅远一点就行了。是。如果说势头不对，我就去贴墙，我就往边上靠，然后多吃你一个普通攻击嘛，多拖你一点时间。现在挂上的话，因为有 UB 的存在啊，这一波好像有机会吗？有机会落地再拦一个不？能不能卡到门？好像可以，因为这个门是没有第一时间开的。吸到的人，吸到是大副，所以他没打，他打到先知，把先知给打出去了。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3。到了下半局，对于求生者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小。对，但其实成都狼队这个阵容是比较克制割据的，割据不太好处理野人，在队友倒地以后的 OB 这个。但是这一波的选点呢是选对了，选到了医生的附近。而且医生的话，可能牵制起来也并不会说特别。看一下捏捏的选择，他没有选择去处理医生，而是选择往起点的方向走，去找一下小天。没错，这个地方可是有名场面的。小天在起点站的一个位置是。那这边2块板全下，问题应该不大，找机会交枪了。把信号枪一交，但是被卡住了。完了，你这把枪等于没交。对的，交完枪发现怎么还在原地，那现在就很难受了。一波回速，还好是有一个板弹，前面的板子可以进，得博弈一下。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太好上车了，因为他的走位是往外面去被压掉的。没错，那这个位置捏捏继续跟上，闪现还有10几秒啊，小天应该是转不进下个板区了。这块长板一踩。哎，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前面是一个短板的博弈。基本上闪现好了就能够击倒，前面一个慢翻有刀了。如果能搏得好的话，甚至现在闪现都还没好就已经击倒了。而且这波如果他挂人的话，可以干扰一下医生那边的破译。没错，就挂到鬼屋里面，让你没法修。是的，医生带了一手化险为夷。其实你不挂过来的话，这一波应该是由医生进行一个救援的。
对于求生者的节奏来说，干扰密码机倒是没干扰，但还是前期第一波的牵制时间不太够吧，没有利用上过山车最大化的去进行一个牵制。主要这个点的话，如果你往鬼屋里面去挂的话，你是完全摊不了。如果说你挂外面能够浅摊一下，然后再上去卡着。这边战野卡的还是比较极限的，这个淘汰进度，你得想进行一波卡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一个。但这波的话，手椅，哎呦，没有能救下来。是的，没有选择平 A， 打到了空军的一个针对。但这一波其实你就算打到了医生呢，也无所谓了，因为医生他自己有一个镇静剂嘛，可以调整回自己的状态，而且调整的时间会比较短。对，所以捏捏没有拿到医生的刀，其实也不算完全亏。把小天这里往起点方向挂，也可以看到帅帅是选择骑上了野心伙伴过来救援。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最大化的去把空军的淘汰进度给卡的足够极限。等到等一个20秒的化险为结束，看一下能否继续拖到下一个野心伙伴的一个时间。但现在其实拿一刀还差1台半。这里是主动下的野心伙伴啊，可以让自己的野心伙伴 CD 更短一些。但是因为你闪现刚刚是没能吃出来，所以这波空军的话是比较难去牵制了。没错，小天在这个短板继续牵制，最终还是被板区博弈打倒。那野人应该是要去找医生进行调整了，这一波他们不打算来进行一个辅助 OB。是的，所以野人那边是赶紧往鬼屋的方向去靠。这一波摸满以后，只有野人可以去稍微破译一下了。哎，直接传送。因为知道你野人那边走的一个方向，是的。再看到你们的状态，知道他去鬼屋附近去找医生。但是第一时间传送落地的话，其实并没有排到求生者。这一波他们以为野人是在鬼屋板区进行一个调整的，那可能要浪费很多时间了。破译加速已出，现在帅帅卡的一个位置还是比较深的。加上你那边是交了传送过来的，外面终点半场擂台能够有机会直接打下来的这个地形，因为加速还没起来，那野人有可能要被快速续上第2波节奏了。是拿刀的频率会比较高。没错，前面滑梯还有最后一个博弈的机会。因为这一波其实就算野人上滑梯，他的身位也是比较极限。对，帅帅其实不能在鬼屋的1楼卡着，他得在2楼卡着。2楼卡着的话，如果看到歌剧上来了，他上那个野心伙伴再翻窗下去，是的，是有机会能把自己加速拖出来的。三叶想要去翻一个箱子，不过也是翻到了一个镇静剂。没错，那这样的话应该要主动出击，冲着帐篷里面的密码机去了，看一下密码机的进度，然后踩个板再回速。现在关键的点就在于可以主动的去逼一下骑象，把它逼得更深一点。哦，一个小位移躲掉了强风，非常的精彩的走位啊！那边救完之后，选择原地先把野人的状态调起来。是，这就是不追医生的一个结果吧。对于任何监管者来说，你把医生给放在外置位，那么他们求生者中后期的状态一定就是全部都是满状态的。是的，水泥这边赶紧先回帐篷附近。对，我救完一个人，我就是满状态；救完一个人就是满状态。那等一下，这边继续上猪，其实也能够拖到很多时间。气象那边是半状态，所以他暂时不会靠近帐篷这台密码机。但是捏捏还是得小心这一点，逼了求生者去破译新的密码机以后，捏捏其实是可以考虑出击的更深一点。是的，如果这边的话是找到了比较想去追击的一个气象。是的，野人那边是下猪以后，他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够骑乘野心伙伴的嘛，这时候他也是不敢碰密码机的，所以捏捏得利用这段时间快速处理掉气象，然后再去往后控场。加上刚刚帅帅那边是没有选择去给帐篷密码机的压力，对，反而是选择绕了一圈过来，是，所以感觉这边气象也压力会比较大。没错，但是对于野人来说，并没有被排到嘛，外面医生手上的密码机也快好了，气象被追也好过医生被追啊，毕竟医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等密码机压好，就看一下大柠檬接下来的牵制了，能不能拖够求生者队友去开门的这么一个时间。跑下来打了一波针对，
大柠檬选择就在斯隆的位置，这一捏捏是想先逼掉帅帅的野心伙伴。这里不回，想直接追了，但是这个模型其实是不太好处理的。是的，所以还是得回来去找一下大柠檬。而且刚好也拦到了大柠檬，这一波大柠檬必须要拖野人点门的时间啊，但这个身位感觉不太好去玩板哦。捏捏也在争锋夺秒，所以这边是赶紧再交了自己的强锋。是的，这里点门的时间已经过一半了，留给捏捏去守门的时间不多了。大柠檬这一波，感觉差不多了，除非说他选择直接过去，可能还有一点机会。是的，直接传门够吗？门够了，还是走了。最终打了出去，那地窖的位置是在河对面，回溯并没有回到倒地的气象边上，那气象应该也是起不来。对，他就算起来了，其实也比较难跑图过去。没错，因为你要过桥，一个大空地，没有什么博弈的机会。是的，所以赶紧回来，再把气象牵上，那最终是打成了一个平局。没错，下了猪的那一瞬间，反而是你最危险的时刻。你不敢随便在椅子面前下猪，你可能得跑远一点，然后在贴近椅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野人他其实移速大不了就是一个双倒，对，但是救还是能救下来的。没错，但双倒的话总归是会亏一些节奏。那这把选点方面的话是比较常规一点，不过野人那边是放到了这个位置也是直接进鬼屋。看一下法王女士的走位没有选择往外拉，是上楼。到了前面这个窗户，刚好交互也可以破掉自己的一个隐匿状态，提前去等下一波的隐匿时间。主要前期的话，可能触手命中上面会有一点点难。没错，就大部分都是先用触手来架一下位置。这边然后后面再放狗。巡视者好了，直接命中。那这里有一个触手加普通攻击的连招啊。是的，如果说命中的话，其实就有一个被快速击倒的机会。对，但是这里可以看到陶丸是很聪明的，他进到了板子里面，一个蓄力攻击打倒。他前面进到板子里面，那你触手拍到的同时，你普通攻击是不一定能够命中有数量加速的法罗的。就那波可能空地会比较好去打到一个双刀，对。那你如果说进板的话，可能还是能够拖一点时间。那现在触手再去排了一下，是只能说安心他的这一手巡视者的黄衣之主是非常克制法罗女士的。对于整个阵容来说，那这一个触手定位也成功定到了回忆的野人。看一下他的一个排点啊，确定了不在里面的话，那应该知道回忆就是在外侧了。是的。这里已经看到脚印了。没错，因为回忆他也知道，野人去救援的话，其实是非常难以稳定的救下来。就是你救的话，大概率是一个双倒，甚至有可能救不下来，所以干脆就把这个人给卡着，然后卖了去争取一个。但这边的话是选择下猪。是。他超远距离下猪，应该就是要卖掉了。对，直接跑了。这里连个耳鸣都不给，对于安心来说。找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下一个巡视者也好了，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这么快速的去再处理掉一个求生者，续上节奏呢？求生者的密码机是2台半左右挂飞了第一个队友，那现在安心跟过来，已经看到了病患的脚印，小果冻选择往终点站的方向去拉扯。这个地形其实黄衣之主是比较难处理的，前面就算封触手，那对于病患来说，他有2条路可以走。可以走下面，也可以走上面。你封哪边，我就走另外一条。其实这么远的巡视者，这个距离看一下小果冻怎么处理。但是还是咬到了，不过身位上面会比较远。对，而且黄衣的话，其实还是有点怕续节奏时候续的比较慢。没错。那这里咬住这一口，小果冻是一个秒钩，直接拉了出去。下一口怎么说？触手来得及释放吗？释放了，封住了板区。是的。小果冻还有一口的。等一下。再换一个触手拍，有一个蓄力攻击的机会。怎么说？没有。选择出是的，而且钩爪的话是交出来了。这个角度其实比较极限的，他没有办法飞到最里面去，只能拉距离。这个板子一下还在躲，因为安心这边还没有开到2阶，所以他的触手的释放会比较难受。这里没有钩，哇，这一波有点难受了。他上一波在安心中触手的时候，小果冻没有选择出钩啊，而是走到了一个离障碍物很近的地方，导致自己飞不过。站台里面了，对，他不是被监管者给卡住位的，他是自己站得太近，没有飞过去。
但巷子的话，其实现在密码机还差一台多。一个蓄力攻击，成功让自己开到2阶，触手拍到是病患的一个针对。这样的话可以再去摊一下野人那边的状态。这里其实可以给野人上一个2阶。感觉野人那边无伤走的话有点亏啊。无伤的话，下一步还能再来救援，感觉得追一下的。你本来是一个半状态，如果说硬救的话，你要换火灾过来救。那你现在密码机不太够的情况之下，要换位，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受的。对，关键是在于小果冻这边是跑不远的，你其实是可以尝试追一下病患。而且你本来就是这个化险为夷下来就已经是红圈了，我觉得还是得去摊一下这个救人位。对的，对的。这你已经是开启了2阶的状态，可能摊起来也比较好吧。这一波再用触手的一个定位，成功的定到了回忆，但是淘汰进度不太够啊，因为皮皮章在外置位，他必须要补2台大遗产，对他来讲有一定的压力。这里回忆必须要躲触手躲得很好，才能够救援下来，但是一直在给压力，触手拍到了，普通攻击没有出，这里想再用触手压起身，压到了，再一个普通攻击打到小果冻，那这里小果冻要被挂飞。淘汰，回忆也要上蚁，这一把安心有机会多抓了。而且现在2阶的黄衣还是不够，也知道你在哪里破译，那我传送还在手的呀。2阶的黄衣就是如此恐怖啊！我现在可以选择把回忆挂到地下室，然后站在面前。他可以用触手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排出这个火灾调查员的位置。是的，而且他不一定是说非要去找这个火灾，因为他现在其实3抓就已经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了。没错。所以他可以在附近先看一下你起不起耳鸣，那如果说排到了之后，我再去追击，没错，保证你救不下来就行。皮皮章必须要牵制很久啊，地窖的位置就在双窗，再用一个触手指路。而且你触手的话，因为它是具备排人能力的，所以你可能也没那么好去说我躲着，然后我走地窖。这里他有点担心皮皮章下地下室啊，所以提前绕了回来。不过你这样绕的话，应该就没有机会再追到皮皮章了，毕竟他手上还有一个气囊。又是我们一个经典名场面啊，隔桥相望的2人，这里其实得逼皮皮章，你就算让他下去了 ，OK 没关系，你有传送啊，你再传影子就好了。是的。但是对于皮皮章来讲，他也不想下去，看着回忆这边淘汰进度已经越来越多，非常极限了啊，他肯定是想着去冲地窖了。那这里一个传送完，那应该是要走地窖了。是的。因为这个身位的话，其实对于黄衣来说，要去击倒求生者是比较难的。没错。就算你是一个有2阶的状态。是的。那现在是皮皮章成功跳了地窖，跑出去1名求生者。没错，他其实得在野人的淘汰进度还没有到达要被淘汰的时候，赶紧主动的去追出去，这样的话，火灾就算给你绕到桥上，你的身位是有机会能够赶上他的。这野人这时候没淘汰，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追他，把他给打倒，而不是说到野人快淘汰的时候，你再去追。反应过来去追一下火灾。那这样的话，那个地方你本来身位就很远，而且是隔着整个桥，你触手都没那么好放。是的，是的，那也是恭喜成都狼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啊！今天这一把最终的一个黄衣掏出来，还是有点没想到的。我觉得不仅是